全新雪碧加茶，透心凉爆茶爽。本节目由巅峰爆爽合伙人雪碧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懂音乐的潮流玩家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潮流造浪官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巅峰 Flow 上淘宝，潮流 Web 刚刚好。全新雪碧加茶，透心凉爆茶爽。本节目由巅峰爆爽合伙人雪碧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懂音乐的潮流玩家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潮流造浪官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巅峰 Flow 上淘宝，潮流 Web 刚刚好。赛场秀 Flow 浓密靠 Pro。本节目由欧莱雅 Pro 防脱黑宝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络选中国移动。顶配开局就现在！本节目由游戏账号交易平台盼值 APP 赞助播出。听看唱完，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听节目上网音乐，顶级押韵尽在网易云音乐。上汽水音乐 APP 听巅峰说唱，随时随地懂你想听。咪咕音乐，你的国风主场，畅听巅峰说唱。巅峰赛事回归，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名人堂争夺赛开始。今天你们可以看见18年之前的艾热是什么样的。那个地方我必须得给他爬上去。这4个人里面，那个位置是我坐。我其实就是为了坐上那个位置来。这首歌，别说他们3个，全都放上来也是能打。哇！用我最有战斗状态的歌曲去夺取这个席位。来这次巅峰，有这首歌我就没有遗憾了。真的差一点把我唱哭了。2个人听得嘶喊泪啊！拿出自己绝对的实力，看看山顶的风景。希望唱完这首，大家可以对我另眼相待。孤注一掷，这也不是我的里程碑，这只是我的来时路。你们几个将被困在这，我有多刺痛，你可以问艾热。接着争，接着碰，哥们儿，我根本就不屑去争那个本来就属于我的位置。都整这套，票给你呗。这是一个能够破圈的舞台。你们1个2个都去破圈，那我们这个破圈子谁来变好？没意思了。黄旭，这几年你真的让我特别讨厌，知道吧？我非常愤怒，你管得上我吗？阿奇啊，啥意思这个话啊？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不要面子的兄弟。究竟谁可以率先登顶呢？欢迎各位来到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名人堂争夺赛的现场，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有请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赛事组成员时代少年团严浩翔、雪帝。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说唱好友陈庆阳陈老师，欢迎我们的黑灯，欢迎 Mercy。全场共有12位 rapper 成功突围晋级本轮，拿到争夺名人堂席位的入场券。究竟谁可以率先登顶呢？我来公布一下本轮的规则。本轮名人堂争夺赛为个人战，12位 rapper 将根据前2轮个人票数总和排名，分为4个分数段，通过纵列匹配，分为3组，每组4人。每人表演结束后，由巅峰财团投票决定他们的最终成绩。巅峰财团由2位赛事组成员，
150位现场观众代表、3位说唱好友，以及除对战小组外的22位参赛 rapper 构成，1人1票，共计177票。最终每组排名第1的 rapper 登顶名人堂。本轮共争夺3席名人堂席位。请注意，本轮投票是为每个表演单独投票，只要你喜欢他的表演，就可以按下投票键。你们可以为多个表演进行投票，不需要2选1，只要你喜欢他，就可以为他投票。另外呢，请各位 rapper 要注意，在追求舞台效果的同时，请严格遵守现场录制规范。如出现影响现场人员安全、设备安全等违规行为，导演组将视情况进行扣票处理。本场比赛由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公证处全程监督，确保投票真实有效。欢迎你们的到来。登上名人堂的标准，我觉得音乐一定要有感染力。这作品足够硬，才能上名人堂。一个就是要有强的舞台，第二个就是要有记忆点的歌，有自己风格，能打动人的、真诚的这样的音乐人。观众对于你这个舞台的认可。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进名人堂，就是进名人堂，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嘛。小白真的不是那个混子，这把一定要上，直接冲上名人堂。名人堂就是囊中之物。我这一次没有机会争名人堂，但是我支持我自己上名人堂。大部分投票的还是下面150、60个观众，其实决定权在他们，就是说这个现场能不能感染他们。底下观众的喜好是会直接决定我们整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嘛。我觉得我们3个席位的开放算是增加了一点火药味出来。我来说一下刚刚的分组，我们微调了一下。我觉得把这俩换一换呢，就是所有的队就错开了。在这一队的话，他俩刚刚是一组的，他俩刚刚是一组的，但其实这边没有这个情况，就把他俩错一下就好。不然上一把还在合作，下一把就对打了，这个戏码还是怪怪的。名人堂争夺赛第1组的4个人分别是蛋壳、纳奇沃夫、艾热、佳木。这有点死亡之组了。我觉得他们这组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谁会赢。你很难猜到谁会上那个座位，猜不到。客观来说，他们应该是最难的一组。我很支持艾师傅，但是我看到另外几个人也很强，我就内心里在替艾师傅加油。首先抽第1组的顺序。不是我吧？不是我，不是太想第1个唱。第1组第1位，纳奇沃夫。很多的第1个都是我觉得挺开心的，我特别喜欢这个事儿。第2位是第2位，佳木。第3位，艾热。第4位的话，蛋壳。来，4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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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一直想挑艾师傅，其实也是想跟他切磋一下的。然后纳奇也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 rapper， 然后蛋壳也是老前辈，我觉得分在这组很荣幸。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组这几个人都是很凶悍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组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挑战性的。艾热在我看来啊，他拿冠军那次之后，据我所知，就感觉他这个人没有输过，知道吧？他连小游戏都在赢。那如果我能成为第1个能赢他的人的话，那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帅的事了吗？我觉得，哎，这个感觉到了，那说不定就会这样。我是第1次来参加巅峰，哎，我就觉得分到这个组，蛮好的，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强度，大家一起玩一玩。请第1组的4位即刻前往舞台，开启对决。Let's go, let's go！
让我们请出名人堂争夺赛 A 组成员，有请。让我们有请纳奇沃夫，欢迎佳木，欢迎艾热，欢迎蛋壳合作。比到这一环了，我就说2点。第一点，很荣幸跟这位哥哥们比赛这个死亡竞赛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第二点是我会坐到中间那个位置上去的。今年也是我自己玩说唱音乐第18年了。其实理论上有99%的听众都是从18年认识我的。我特别期待今天的表演，因为今天你们可以看见18年之前的艾热是什么样的。街上的艾热，我可太爽了。爱是不是也有成长嘛？也成长。让我们看一下属于艾热的艾热，接下来纳奇。来给你们看看纳奇的纳奇，那就。之前在 holding room 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要不要上去做？我说我试试看吧。然后我刚才把衣服换完，把墨镜一戴，我突然间想到，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战斗，我身后有一堆我需要去做到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个地方我必须得给它爬上去。Oh my god！ 哇！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轮第一个出场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纳奇沃夫。Let's go！ 这次带来的作品叫做《1997》，这是一首5年前的歌，当时大家都觉得是 diss。然后呢，我感觉到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去调整我当时的心态了，所以做了一首可以跟当年的1997对话的一个版本的1997，让你知道一下我的厉害。我肯定冲名人堂的，不冲名人堂也就不选这个歌了。兄弟，你现在知道那些人除了音乐，他们身边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说真话。你去到这个比赛，你就是快速解决，潇洒退场。你知道你们Wolfgang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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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fgang。你们几个一个个会淘汰的，但这不怪你，因为你不叫艾热。在镜头前装好人装得很快乐，在你真的觉得我在摆烂的时候就已经被替代了。一开口就气急败坏一大片，但没人像我这样看清事情的明暗面。我曾救过你们，只不过是我脾气差点。接下来的会是你们最不想看到的画面。未来路还长，像周琦的臂展，共比a businessman。在收集着地产，曾经伴奏是我辈子满。So is my 地毯流利的 skills， 让你眼冒金星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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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love for you, but I'm gonna 抹掉 your career。有些偶混迹就是他们受不了 really talk hard and burn。打个样，Yes I swear like I'm Tommy， 人前人后各一套，但无分信件你好聪明 ，Rap is my 身份证。就算节目组给你镜头再继续关照，不作文就会被下一波产品给换掉。早就摸清这些破道理 ，Bro since I was 12。或许不在布幕还在爆派克特效点子多，我们都知道。叫你姐姐，你好像成为了大老板，那拜拜不送，因为现在我才是老子。好，你们几个长被困在这儿，我有多刺痛，你可以问艾热。看你们的表演，看得我很快乐。在你以为你那套还管用的时候，就已经被替代。你们一个个要淘汰的，但这不怪你，因为你不叫艾热。在镜头前装好人，装得很快乐。在你真的觉得我在摆烂的时候，就已经被替代。不爱。你们去年之前就被洗了，喜欢组 CP 的还是你们几个？私下配对好了，那还有啥比的？我配合你比音乐、比剧情或比真兄弟，有几个 ？Boy。
狠的很货。哎呀，为啥大家歌里都要提我呀？因为我听过他这个歌之前那个版本，对，就是去到我们很多人的版本。我特别想说的是因为咱们不认识，在那个时候，如果认识了，你肯定不会这么说。他唱的时候有一点惊呆了啊，因为这首歌是当面唱吗？对，当面唱，它是有一些牛肉在的。终于是当着他们的面给唱了，我又改了全新的词儿，这个歌词里其实都是带着尊重的。然后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改正我当时的一个错误，就是对艾热的态度。改正了以后呢，剩下的就是我当下真实的感受。可能这首歌时间不长，我表达的不够。其实这首歌是一首还挺有针对性、指向性的一首歌。之前的这个版本其实有些歌词还冒犯到了我。这一次之前他还主动找到我说，他说哥，我想唱这首1997，我把针对你的歌词改掉了。我说你改成了什么？然后他给我听，我觉得有一点致敬的意思，他表达了对我的尊重。我觉得他确实应该拿出他这样的态度，毕竟他是一个很有狼性的小伙子，所以我很支持他去表演这样的歌。OK， 接下来我们的巅峰财团为纳奇来投票，倒计时20秒，计时开始。投一下吧。这个有意思。我觉得他最 hip hop 的一点是因为他的歌就是在表达他想说什么。他的舞台是从他开始说话开始到他演这首歌，他是一个整体的表演，所以我觉得人歌如一就是他对我的感受。我很喜欢这种冲劲，有狼仔的感觉。刚刚听了纳奇沃夫的表演，我觉得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既有经典的味道，然后也有这个新的味道，我觉得还是一首不错的这种作品。听这个改编的版本，我觉得我听到他对说唱的态度吧，可能说我可能有的方面我不会认可，但我认可他这个态度，而且我觉得整个不论是 flow 的编排还是发挥，还是稳定性，还是最后的韵脚，我觉得都算是一个合格的现场。因为1997这首歌我以前也听过，那么这次他想表达的东西跟以前也不太一样，那么我也非常能理解纳奇沃夫，并且我也给他这一票，整体现场也非常的燥，非常的炸裂。投票结束。非常的凶狠，非常的纯正。纳奇他的音乐跟他的整个人设，包括他说话，他都是也是一整套成体系的东西，所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舞台的。因为这首歌在之前我就听过，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把这票给他。这个歌就还是很纯正的纳奇的风格。但我不知道是表演的时候 back up 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好像有几句压的不是特别稳。back up 是放掉了的，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早期 rapper 演 live house 就是有一个 back up 兄弟，然后现在这个形式好像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我小的时候看 Kendrick Lamar 跟他的那个 back up， 还有 Eminem 跟他的 back up， 那个 back up 的配合也成为了一个舞台表演，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可能今天这块稍微还是排练的时间不够吧，可能是。但我还是给了这首歌，我是很喜欢的。没有给票，因为觉得没有内容。配乐放狠话，音乐的享受挺刺激的，挺凶的，挺猛的，但是我也是没有太感动到我。可能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喜爱不一样。如果老师有空的话，你可以下去听一下，这个歌是一个新的版本，表达的东西跟当年也有所不同，是可以跟5年前的我自己对上话的。但这2首歌总结来说，就是我干所有人这种。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我们巅峰财团最后给出的票数会是多少呢？各位，我们请看大屏幕。纳奇沃夫143票，哦，这么高，143，这算高还是不高？应该算高了，170的票，143很高了，很高了，太少。说实话，我没有预期到这么高的票数，在这么高的票数出现以后，我就觉得我绝对第一了，行了，就上去了。我可以说2句吗？
我想对，就是现在 holding room 的前辈们，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们来这，但是这几年你们真的让我特别讨厌，知道吧？你们真的让我很难受，因为你每个人跟我心里面想的形象都不一样，就包括就包括黄旭。我真的特别喜欢你，我真的特别尊重你，因为我当年在出这首歌的前后，他出过一首歌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我是套到我自己身上的。然后我在另外一首歌里面还 Q 过他，我说感谢你让我没有一瓶子水溢出去。但是你在我这特别高大的一个人，但是你去做一些特别懦弱的行为，就让我真特别心疼。大家能不能把心思放到唱歌上面，不要在舞台上去想一些小点子了，好不好？你们就是在我们前面的人，你们一个二个都去当更大的明星，你们去破圈，一个二个都去破圈，那我们这个破圈子谁来变好？是我变爱笑了吗？他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我还把票投给他了，因为我 respect， 我觉得可以当面说，那我一会儿要问的。什么意思？你是一个年轻的 young star， 我也是一个中生代的 OG star。你拿着麦克风当着所有的面把我黄旭的名字挂上，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那其实说的很过分。首先，你也不了解旭哥，你也不是这么多年认识旭哥的人。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屏幕的观众，他也一样，他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阶段，他就是会做不同的事情。你既然不了解事情，那你就不应该在台上对一个前辈这样的不尊重。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或者说事与事之间，你隔着一个人，隔着一个耳朵，隔着一张嘴巴，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因为有些笑话你可以当着面开，有些坏话也必须当着面讲。我觉得啊，这说唱圈听众他还是年轻人，就他这种表达，我觉得可能很戳年轻人，太有态度了，对吧？谢谢纳奇，我觉得特真实，也特真诚的表达。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需要真诚的声音。好，我们掌声给到纳奇沃夫，谢谢。下一个登场的是佳木，我挺期待佳木的。你像佳木，他那第一轮挺吓人的，春晚舞台嘛，唢呐也搬上来了。佳木的前几场表现的都很稳，因为他写的旋律我就很喜欢，很期待今天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这是我的巡演麦架，我的专舞。上一轮这个双人组，这个老师点评我们这个可能偏流行一点，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啊，因为我确实也是在尝试流行音乐在融合说唱。这首歌没有那么战斗，没有那么街头，因为那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小男孩啊。希望大家可以倾听我的感受，聆听音乐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我在这个去年的一张专辑《嵌入生长》里的最后一首歌。我其实感觉它不算是一首说唱的歌曲，它有说唱的元素，但是首音乐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推动文化的好机会，就是让大家就是感受一下味儿很正的内蒙的音乐，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觉得更适合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比。窗外的山与我共饮一杯酒，我想透经过的风藏进眼角与泪流，不知为何随年轮在转转悠悠，停下重复的梦，换作笔墨记录些许不舍。我想尽千万种谎言骗离
开一趴为由，我走走停停，恍惚间悔恨无法回眸。万里路山河云烟，延绵连成线，思念牵挂着遗憾，又遇见又遇见。曾经眼角与泪流，不知为何随年轮在转转悠悠，停下重复的梦，换作笔墨，记录些许不舍。我不舍得离开他，不知眷恋不换旧白发，我不舍得离开他，他说云雾零落雨有多害怕。看模糊双水，善恶难个昂贵，即使与梦相背，我下的浮生该不荒废，清醒照亮秋不对，怎样才能是不是他？对，就是他，继续真好。我也羡慕他能有这样的嗓音，比较开心。这是一个能够破圈的舞台，我觉得 hiphop 有我这样子富有根性 HIP 我们讲到那6个字母的东西在，也需要有佳木这个样子拓展 hiphop 边界的东西。佳木的这个旋律吧，我觉得也是非常出彩的，完成度很高，然后也很好听的一个舞台，是有机会成为爆单的一个舞台。佳木这首歌很好听，我觉得，但是确实相对来说，在说唱巅峰对决来说，说唱部分少了一点，但是很好听这首歌，包括它的乐手整体歌的氛围。接下来20秒钟，投票开始。我投给了佳木，原因是他一开口我就觉得他的音准很准，然后声压也很好，中间马头琴的那一段画面感很强，让人想到了塞北的风声。其实今天小号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一开嗓，我觉得这个舞台肯定是一个听觉盛宴。佳木选择了一个中国风的伴奏，然后融合了
马头琴、小号，让这个舞台得到了一些升华。最后那个彩带喷出来一瞬间，我感觉我鸡皮疙瘩都起来，就这首歌非常打动我，所以我把这票投给他。投票结束。我觉得这个现场这个作品，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把票给他。对，所以我投了。到这个舞台上，真的是要区分的这么清楚，这个什么流行或者街头或者怎么样。我作为 rapper 之外，我其实也只是一个听众。我喜欢一首歌，我就是喜欢一首歌，其实没有理由。对，谢谢谢谢。首先，佳木，我很喜欢你的声音，还有你的人，但是就是这首歌，我觉得融合了很多风格嘛。你看，有小号，有马头琴，有 trip hop 的影子，还有 reggae 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唱可能只保留最后那一段就是精华了，觉得前面就说就好了。我实际是蒙古族，我特别喜欢你边上的马头琴。按道理我私心我会投这票，我还是没有。我的没有并不代表我不喜欢你，我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未来，你懂我吗？明白明白，老师，我懂你的，懂你的，谢谢。说了这么多没投，我觉得评价的有点问题。前面又说你要往主流靠，你要出圈。他碰到了汉堡，他说我很喜欢吃薯条，然后他碰到了薯条，我又说我很喜欢吃汉堡。要么不说，你要么就说到点上，要么就给我一种左右脑在互搏的感觉。对，在我看来，真的流不流行啊、hip hop 啊什么的，那最终回归到一个点就是好听，都是歌，都是音乐。你又不是我在拿一个小品或者一个相声在跟你去比，对，这种没法比了，这个是没法比的。对，我觉得你其实做你作品就可以，你在你的破圈里，你把你的作品做得足够好的话，它就可以破圈。确实，我是喜欢这个节目我开始做说唱的。很多人都认为我不是说唱圈这个圈子里的，他可能认为我不是个 rapper。我一开始很破防，我说有好多说唱的歌曲为什么不是 rapper？ 后来我觉得我也不想仅限于做说唱，我觉得这个音乐是自由的，就是我现在认为这个圈子，有些人就是应该在这个圈子里根深蒂固的继续去做说唱文化，有些人就是应该带着说唱的标签去打出这个圈子，就是不同的分工。我觉得我是那个对外扩张的那个版图。佳木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有的人他就是适合保持那种纯粹的 hip hop， 但是他比较适合去扎到主流的歌里面去帮助这个音乐破圈。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己的职责了。我觉得可能佳木不需要说太多了，说唱不说唱的，我觉得你的未来绝对不止于这个舞台。继续努力吧，这个陈老师没投你，这完全就是这个对你要求相当之高了，我们都非常看好你。感谢老师们，感谢老师们，感谢观众，感谢大家，谢谢。我其实挺开心听到老师说各种各样的建议啊，是的，他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像一个老师很看重一个学生一样，我其实挺开心的。有请纳奇回到舞台中心。那两人票数更高的那一位可以有争夺名人堂的席位。我们看一下纳奇在上一轮的票数是，各位请看，143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公布佳木这一轮的投票情况。超级紧张，我自己唱歌都没那么紧张。各位请看大屏幕，哇！投了3票。让我们恭喜佳木146票，暂时领先。我几乎每次都是险胜，因为作品我觉得都是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就交给大家的想法吧。结果也没超太多，我觉得这个也很给我面子了。那碰上这几位，我咋办了？比分很接近，相差很少的票数，对手都很强劲，然后大家又准备的都很充分，肯定会尽自己的全力嘛。所以我尽量去呈现最好的自己的状态。
快把头型浪的水笔加上茶 ，Let me show you how we roll。连我为了气泡就冰霜的感觉，怎么可能有一天会觉得够？爆爆爆茶爽，这种搭配 Promise what you know。跟着节奏潇洒 ，Be like rockstar baby do one more。加加加加加，水笔加上茶 ，Let's go。加加加加加，水笔加茶，头型浪爆茶爽。拉开了包，跳出圈套，我不必再被谁定义或 I am。出赛道了，把我撑腰，当我登上了塔，我会 do it like that。我活出自己的范儿，我就觉得跑调，快跟我一块随性表达 freestyle。不必因为风向，不必被谁衡量，开辟突破，想张扬就张扬，真诚不必设限，我们想怎样就怎样，想怎样就怎样，跟我说想怎样就怎样 ，Let's go。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艾若。第一组死亡之组啊，要来了，要来了，要来喽！佳木刚才的发言就很让我感触，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也是那么想的。我试图去把说唱的18般武艺全部解锁，我也希望能够用说唱去突破任何的边界。今年来比赛干嘛呢？就我自己也问我自己，我后来发现我一直在为了我内心里的一个执念战斗。这个执念就是我真的想要成为最强的。大家说我是一个6边形战士，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6边形，重要的我是一个战士。带你们看一看小胖子艾热是怎么玩说唱的，好不好？上劲儿了。想听点莽的吗？给我点劲儿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第二回合》。其实就是2023年的时候，第一回合唱完以后，给第二回合准备的 solo， 但是当时没能唱那首歌。这次刚好又比到了第二回合。这个作品要求我必须要人歌合一，让我自己的信念感和我走进这首歌的状态要达成高度的统一，一定要赢，然后我一定是在战斗，全程战斗。我要起立了。随便的白话带诋毁，打不落我们的计划梯队。TFC 的水平让你们自行体会，全方位的交代好，把 C 帮红颜机位。如果感觉有理，心焦还是苦力，彼此抗面有理，你可别放你小游戏，分明就是 AK， 你装好一堆主语，不要说到问我的履历发的有理有据。下一个又是谁？你快猜，你快猜，这里朋友到处都有葡萄西瓜妹，有人不你就有人向你脚底下踩，你嘴巴发的拉快，当时别起下来。我早就从南走到北，在你的地盘也比你贵。我说我会引领你，以为我在 drift go， 跟我比赛命运，你对象我操对。精英高级的玩法要发自肺腑，你的硬点的我小哈哈，大伙烧枪吧 ，fight， 上不来哈不起，把全部肌肉加紧，我的梗，我的梦想控我手里随时领域。听了你的出身，文具不出身，话不听满嘴的球员，别幻想永生。要想翻得快一样，都等着阿杠从前。没资格看朋友圈，你的名字不叫球员。热血沸，痛了把你放的肺，疼了你3人山都白开，因为你跟我是最疯的累。人生就会有活力，把你背到绝境。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嘿，全山南北，举起高赛，路线就稳。这个生活非常关键他们，接着争，接着碰，哥们儿。第二回合。Round 2， 第二回合，嘿，谁都没招。第二回合，王一，谁都。舞者老师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自己来好吧。这个风格叫啥？年轻人的风格叫啥？底特律。嘿，这个。看到朋友说的到处都是黑的，过了年比吹牛背后就为了背着加速贝壳，对不对？关键时刻都锁在了要给谁打破规则。就像习惯在摇滚放弃，就像脚回撤。只要我还在场，民族就是对虚伪抗议，所谓的交涉应也挑着兵笔，结果在心里浪起。大脑里想不参数，花言巧语，无言жал起。做一次颠簸，占满了你哥的旋律，画下扮演上起。心里都在伤，不作为多样，都在装。计划残缺的小朋友，他们活在了梦里，都会唱。味道师们越带我清楚，接下来就是手才们够帅的意思，向你们都白光。我不是走在这样，所谓的口头感，他通过发的火力，互相面具都一种感，但不重要。像引起轰动，去过了蘑菇的
线去争那个本来就属于我的位置。我是从竞争中走出来的，我骄傲又一次回到竞争当中去的我。我唱这首歌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们见证我把我的对手的袖按到这个地板上摩擦摩擦摩擦。1、2、3、4、5，跟着高3流水交管，能够相互带着 battle 他们。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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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跟着高3流水交管，能够相互带着 battle 他们。接着接着接好。他拿着了，好香。在。猛。太狠了。艾师傅已经很久没有回归到这个版本了，就是我一开始最初认识的艾师傅那种战斗型人格，切换大号了，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演绎，有战斗的 verse， 激烈的 flow， 宏大的旋律，又有夸张的肢体，舞美一起去共振，无可挑剔的一个舞台。我确实是赢的这个概率从90%掉到了50%吧，你知道吗？非常回忆杀的一个舞台，我戴上了墨镜，偷偷挤出来几个眼泪。对，因为那是我熟悉的艾热战士，只有战士，确实跟他说的一样，就是战士。第一期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幸好我认识的是现在这个版本的他，感觉整个人又温和又慈祥，然后人又挺好说话的。这个舞台就是他的恶魔人格版的他，真的是一个挺凶的舞台。艾热的表演无懈可击嘛，展现了上一个版本的艾热的音乐，很是那个味儿，给我的那份满足感是100分，超级幸福。艾热让我们看到了10年前那个小胖子的艾热的状态，那个时候他可以为了赢去撕碎对手。Round 2 call back 了几年前他来巅峰的时候那个第1回合嘛，然后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这么正统的艾师傅，我很怀念这个他。我觉得我这次的舞台表演还是挺疯狂的，玩得很尽兴，就是真的。不管是从心肺上呀，还是肢体上呀，还是体能上，我觉得真的把一首歌用了5首歌的力气来唱的感觉。来吧，给艾热投票，20秒倒计时开始。多投。我把这票投给了艾热，因为我真的觉得回到了17年那种不管不顾真正 rap 的该有的样子。Yeah， 投给艾热，加油！艾热这一轮是做了一个最纯正的新疆说唱，他刚开始以维语开启，然后后面又是他非常擅长的快嘴，然后他的气口切换也非常的丝滑。我觉得艾师傅不愧是6边形战士。我觉得艾热是今天我看过所有演出中最佳的。23年 Round 1我就已经抱有了非常非常高评价，而且这一次 Round 2又是一次另外一种风格，并且是将2种风格融于一体的全新尝试。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把送上去，回下来找你们。我觉得我的票数应该会比佳木高。艾师傅一直都没变，一直都那么猛。你们也看到了，所以没什么可讲的，为什么不投呢？对不对？哥，你觉得呢？我投了，这个我有听歌场景的，这歌听着有氧都能多做半个小时，真的。体力不支了，有点。艾师傅就是随时想看，把6边给你看看是哪一边，来，说声好友。不喜欢，谢谢。是他很直，他很。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它是有必要的，你知道吧？他肯定不得说坏话，他肯定不得说。我们来看哈，也是不喜欢。配乐放狠话，谢谢，我挺喜欢你的，
幽默的。我总觉得，可能这些乐评人他们是带着 KPI 或者带着目的来这里，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太刻板了。我总感觉他们有一种这种情绪啊。个人觉得配乐方狠话这个点，它是hiphop音乐的一部分。一开始它是一个发声的一个音乐，它是一个做斗争的一个音乐，那它本身就是牢牢的扎根在这个文化里面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发声的权利，他可以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的点是你不能否认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像我们可能比较就喜欢这个文化。其实你像脱口秀里面就是讲很多梗嘛，然后在一个段子里面形成一些炸点，也就是像punch line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意见在碰撞。Mercy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说。找一个 rapper 坐那儿干嘛呀？你来参加比赛呀？都餐完了，得了啊！无差别扫射了。啊，对不起，我没出来从那歌里面，稍微嘴下留情。我可每轮都投你啊，兄弟！我又看不到嘛。那我理解你的意思吧，好吧？那个回去打球啊，好，一定，我得好好练练。肯定打不过艾热，那肯定打不过，肯定打不过，我知道的，艾是校队的嘛。来吧，首先有请佳木回到舞台中心。同时，我们看一下佳木在上一轮的投票结果，请看一下大屏幕，146票。接下来看一下艾师傅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159票，让我们恭喜艾热暂时领先。在，这组分都好高，就看柯总了。还是要真正的那种纯顶的 real rap， 真的是这套，你还是得回到最纯的那上面上去。太棒了，艾师傅，谢谢。来吧，舞台交给蛋壳。我是。红色形态，然后 K49，他刚才让你们看了18年的他，我让你们看看17年的我。使使劲儿吧，他们说我们是冷兵器时代的，这就是我的斧子。这是我的斧子，这就是我的重锤，这就是我的剑，我要一路砍杀上去。为什么把背往？大家疯了！太阳回来了，看桥。Let's go。Solo 的这个歌是19年，在我们当时团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之后，突然间一下面临了巨大的障碍和这种压力，最后你就发现能够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我想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也让大家能够从音乐和舞台上面去了解我吧。我也希望能有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展现，把我的更多面带给现场的观众和看节目的观众吧。我还是会挺兴奋的，挺期待蛋壳会出什么招。Kevin
like me，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过瘾。我会把我经历全部变得传奇，和始终在我身边的新的一帮兄弟。I just wanna big fan talk like me，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过瘾。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是演戏，保持憧憬，不手下留情。他们说真人对上节目的都退了，一手二拍打得太烂，浪费了。各种平台搜不到歌太醉了，现在连名字都改了，实在问得太废了。大多数人都对我说太高了，没有必要。可以试着妥协，我的选择寻找依靠。就算现实把我击倒，我会爬起来笑。对他说再来一句，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惩罚炸弹全收，不再追究缘由，没人伸出援手，我自己握紧拳头。兄弟给我点后，让我更加练就。音响响起前奏 ，We're ready to show。不再渴望所有人能够 believe me， 根本不会在意 haters so feeling。我会看着最高处的风景，向你尽力，不管遇到什么逆境，我的心都变得坚定。Big fan talk like me，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我会把我经历全部变成传奇，和始终在我身边的新的一帮兄弟。I just wanna big fan talk like me，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是演戏，保持憧憬。这圈子骗了谁见了鬼，他们练了嘴变了，为随便见了对眼了，会牵着别人没牵着谁。不在乎音乐美的真相过 Saturday， 当没人没你说我整完的 next day， 就像是象棋里面只会前进的兵种，就想要做我自己，看个美人的面容，就是心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冰冻，就将近万的所有人都勇往直前，不是没有退路，太多期望要我背负，看着这里慢慢失去温度，至少现在的我不想被同化了，争取扩大你的游戏规则就是作罢，不是个花瓶，不需要作假，早已发芽，这朵红花。我会把我经历全部变得传奇，和始终在我身边的新的一帮兄弟。I just wanna big fan talk like me， 没有别的目的的感觉的过瘾。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是演戏，保持憧憬，不手下留情。喊大话，太大会了。我很久没见过他这样了。哇，柯总这个舞台真的把我拉回去了。他上台的那个状态才是我认识的他。都整这套，那就票给你呗。但掏159真的有点难就是了啊！你们都做回自己的话，没我们啥事儿。我跟你说，在这其实，柯总这个就有点那种跨时空圆梦的感觉了，就是看到小时候心里面的他的形象这个样子，痞帅的那个劲儿上来了以后，就是乐得很，让人特别爽。看到他们拿出这个版本的自己的话，就是我第几名都 OK， 第几名都无所谓。柯总他对帅气的要求和他自己对那种 melody rap 的追求一直都没变，也有他自己那种拽拽的范儿，发挥的很稳定，很棒。我觉得柯总就是腔调拿死啊，而且他真的是稳如老狗，他的现场就是毋庸置疑是绝对一流的，从他的第一场到现在都每一把都是这样子。柯总他有一些 rapper 身上没有的东西，那个叫 swag 的东西，而且演出的很老道。我自己会更偏向柯总是最高分的。我对他有点滤镜的，哪怕现在柯总一直在外面说自己打逆风局，说白了，我喜欢 hip hop 最开始就是因为喜欢他帅。柯总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向我展现了我最喜欢的 hip hop 的帅气。我特别喜欢柯总这个舞台，他 lay back 这种 top flow 非常的松弛，我觉得是非常游刃有余的一种表现。他能从背负很多东西杀回来，然后在舞台上有一这样的表演，他也挺会秀他的腔调、他的 flow、他的内容，他也感觉把他自己想说的很多话说掉。我觉得对于他是一个释放吧。挺喜欢他这首歌，全程也在跟着律动一起晃，挺酷的。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我认为这一轮我会获胜。它是一个偏现场感的作品，是比较燃的类型，完全是跟着音乐，跟着自己的情绪，把所有的能量去爆发。这个歌打谁都能打，别说他们3个了，你就把全都放下来，我觉得也是能打的。来吧，给蛋壳投票20秒钟，计时开始。
赢了吗？投了吗？投了，投了，投了，这也投了，你也投了。前奏一响，我就感觉他把我拉到了他的巅峰时刻，还有他的 flow， 还有他的这个旋律，包括他的说唱技巧，完全融入到这首歌当中，真的打到我的心里，所以我把票投给了蛋壳。可总很有自己的 vibe 和态度，然后非常霸总，非常帅。这个舞台，就他这个舞台融入了一些摇滚，整体舞台的表现性、氛围感非常不错。看到这些演员他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他也可以做得我们名人堂的一个席位。我觉得我下一轮我得提高一下标准了，上来都是狠货，那票给你呗，能咋了？哥，你觉得呢？我也投了的，我也投的。我觉得说唱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每一个 rapper 他性格不一样，他带来的那种角色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艾热唱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个 microphone killer 那种感觉。但是在整个比到现在所有的歌曲里面，我觉得可总是把那种 real boss 那种大佬范儿拿的最好的。我很喜欢这种，对。我很喜欢蛋壳这首歌。对，我们这个节目已经10年了，一个说唱歌手也在进步成长。我觉得我们不能抛弃原声乐器。实际原声乐器对说唱的魅力特别大，很喜欢，在现场很受感动，就这一点我就够了。谢谢。第一组的水平真的相当高，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太激烈了吧这一组，然后谁分高谁分低都蛮遗憾的。总之我觉得是帅的，投了。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到艾热跟我们的蛋壳一起来进行一个票数的对比。那同时回顾一下艾热在这一轮的票数，159票。那么二位谁可以率先登上我们的名人堂呢？那我们蛋壳的票数会高过159票吗？各位请看大屏幕。高。主要是可总这个，你得听味道。对，他不是那种给你耍快的或者猛的那种。艾热我觉得各方面能力都很强，这是公认的，这也是我第一轮选择他的原因。实至名归，我觉得他随便拿任何一首歌出来，只要配合他的舞台张力和他的艺术审美，我觉得都不会差。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该是蛋壳的，虽然可能柯总的歌他没有艾师傅的那么强竞技战斗，但我觉得柯总那个舞台会更好一些。对。恭喜我们的艾热可以获得名人堂的席位。他打这种车轮战也没输过，是没输过。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有一点小小的惊讶。都说艾热强，是还可以，还可以。谢谢，百感交集。其实，我继续努力，好吧？我继续好好的准备，每一期都带来一个尽量新鲜一点的艾热，不管好坏，我知道你们与我同在，好吧？谢谢你们。来，恭喜艾热获得名人堂的席位。名人堂的位置它真的很高，我认为3位都是非常优秀顶尖的 rapper， 但是不好意思，我可能得提前回到那个我第1期就去坐过的这个位置，我这次要名正言顺的坐上去。
哎呀，现场太炸了，唱的又热又渴，快给我来瓶雪碧。Respect， 来瓶雪碧加茶，一起爆爽一下。雪碧加茶，这是啥？这可是全新的雪碧加茶，透心凉的雪碧加上真的茶。可尝尝感觉怎么样？懂的都懂，这雪碧加茶就是这么爽。透心凉爆茶爽，一起登顶名人堂。OK， 又回来了。野狗棒，野狗棒，野狗，你好，野狗。狗哥 ，Let's go， 狗弟，狗弟。那齐啊，啥意思这个话？啊？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怎么懦弱了？我想听你说一下。因为你在我这儿是一个特别高大的人，但是当时快淘汰的时候，你又是准备好要淘汰，然后有人选你的时候，你又是站起来，我可以。这个你现在怒气值多少？兄弟，说实话哦，我现在性格没那么爱生气，但是我想不想干？我蛮认真的想的。其实这片我都打过招呼，一个没选我，反正。你在我这不是这样子角色，你在我这这样子的角色，所以我想让你继续当我的榜样。那其实首先，你有你心里的衡量，我是做我自己。我做音乐不是为了获得你的喜欢，你尊重我的时候，我也尊重你。但是你刚刚那样的行为，在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首先是 holding room 的所有人，我想说，紧接着我说黄旭懦弱的行为，我不要面子的兄弟。包括你刚刚唱这首歌，我也投票给你。我觉得你当面说我们的名字，这是 hiphop 游戏的一部分。但是你刚刚这样真的伤害到我，心里很不舒服。你让他说嘛，是这个点。他听我说完了，我也听他说完。所以我就是要回来问问你，我能不能唱我喜欢的歌？我唱喜欢的歌不是为了让你喜欢，不是为了让他们喜欢，是为了爱我的人我在唱歌，兄弟。啥意思？你管得上我吗？管好你自己。我真的不开心啊！你在舞台上说我懦弱，我觉得我感受到了不尊重，我生气就是这点。我不是觉得你不能说我或者怎么样，我既然来到这个游戏，我接受，包括你的歌词、你的那些，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正面 hip hop 的交流。这个我确实错了，我绝对承认，伤到你的所有点，我都会撤回。我不知道你像我一样36岁的时候，你会不会在表达上也有所变化？我也想着怎么样能生活得好，因为毕竟人的根本是生活，他才有一个真正有力量和我想表达的音乐放在这里。我没事说完。我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吗？我。行了，说到这就过了。过了。我觉得那些非常真诚，我立刻有改观，行吗？特别好，就这个，干！我们是爱你的，我和他是一样，我们是看着你们那样子冲劲儿，我们也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又感觉我们得给后面的人给这个东西，我们从你那儿学会的，革命要传递下去，这是新疆 hiphop 的东西，我们眼里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对，没有 disrespect， 不可能会有，真的。我都能够站在纳奇的立场去想这个事情，我也能在旭的立场去想那种什么情况。纳奇沃夫从小听我们的歌，我们指的也包括有旭在里边的，曾经的这帮英雄，他后来也说的，我不希望我心中的 hero 有我心中的那份瑕疵，因为旭可能做的一些自己的决定，但两个人回到 holding room， 我觉得说开了，那就好了。这是 HIP， 这是 HOP，HIP HOP 一定大于 BEEF。我理解纳奇的意思，纳奇是因为爱咱们来说这些的。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像你想表达给黄旭的那句话的东西，就是你觉得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东西让你不满意，或者是怎么着那种。我们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边界。我从做音乐的第一天到现在，我都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去。也感谢你对歌友们的这些喜爱吧。对，感觉到他们是爱我们的，
你不爱的人，你就不会想到这个人，你也不会有意无意的在名字里点他，就说明你一直在看这个。可能我们的年龄不一样，性格不一样，选择未来的路的方向不一样，才会有这样的误会。但是我也想让新疆的比我们小一辈的年轻的优秀的说唱歌手感觉到，我们新疆出来的 rapper 一直都是站着吃这碗饭。说开了以后，因为他性子也超级直，我性子也超级直，两个特别直的人，我觉得聊开一个话的话就会聊得特别快，然后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慢慢就越来越温暖。抽第2组的顺序：李大奔、申宇、早安、Repeater 开始抽签。这个组就是死亡之组吧，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很有实力，风格也各不相同。我觉得在这种个人舞台上面，那可能拼的是你的台风和舞台张力，我是很有信心的。我就感觉也挺难打的哦，感觉大家都是很厉害的，而且上一轮好像大家都拿了很好的分数。我对于我自己这一轮的 solo 作品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只要我演好了，我是有这个机会上名人堂的。这组另外3个人都没有我好，我有疯狂的自信，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哦，求了，帮忙，左哥。我先唱，因为我特别想第一个赢，我想给自己一个痛快。我挺想第一个的，就是我想上来先给你来一下子，就让你知道他真的挺特别的。金手一挥。大家想先唱的李大奔。Let's go！ 谢谢左哥。第2位是，该到我了吧，左哥。第2个顺序挺好，我想早点唱完。第2位是 Repeater。哎呀妈呀！真的吗？我真假的？真的。Let's go！ 顺序是按颜值高低来的吗？第3位。第3位，盛宇。哦，挺好。那么第4位就是安子哥。哟，安子哥。请即刻前往舞台。Let's go！ 加油！为了我们。宇哥，把换弹起。宇哥加油 ！Let's go！ 我们给大家送个行。名人堂争夺赛第2组，让我们欢迎李大奔 ，Repeater， 盛宇，早安。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新老面孔之间的巅峰对决。五花八门，我觉得他们这组都很强，大家都肯定是有备而来的。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我其实就是为了坐上那个位置来的，要不然我就不会来了。对。奔子不哭。Melo 哥，然后胖哥他们跟我说不要紧张，来就是耍嘛。但是我觉得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不是靠耍的。我觉得要上那个地方也不是靠耍的。我不是一个有什么松弛感的人，我会把它当成我这一生唯一的机会去努力。所以这个舞台我会拿出我最好的歌曲。感谢你们。我相信我兄弟，我觉得他一定能登上名人堂。这4个人里面那个位置是我坐。大家疯了！我想要2个位置，还有一个用来放包。好了，
了，你们别争了，来 ，CD 哥你上去。来吧，我们看看这一轮那个位置到底谁来做。首先把舞台交给李大奔，加油加油！来了！开始之前，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可能会占用一点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第1期的观众，我在第1期的时候唱了我一首老歌，我想告诉大家，3年前的时候，其实我就配站在这里，然后到这首歌，我的巅峰对决才刚刚开始。我有过低谷，有过高潮，但我不找理由，我只一路狂奔，到我的下一个发行日 ，Let's roll。这首歌所有的内容其实都在反复说一句话，就我只是需要一个被更多人看到的机会，我只是想被更多人看到。Drop down。I'm the best, I'm the best。当我从神的台上面走下来，当我画完最后一抹自我形象，笑着把笔放下来。I'm the best, I'm the best。我把画面180度倒转，而刘波改笔均全是他剩下的1800。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嘴里面跟你说过的一切，我看你全都会半途。我站在对立面，毫无遮拦态度是疯狂的颤动，大大白的心动像半桶水，我从没慢过。Shit, I'm the best。反正我不会低头，我用狂妄掩盖软弱，换我独自忍耐的离愁。我不懂他是帮不了我太多，在我长大了以后，我只觉得没脸丢人，但没人教你长大在学校里头。But I'm the best， 毕竟所有人都服从我不可能承认我错了。我说的是没有如果，你们该担心自己该改变的人，你们出我。Think I'm the best， 直到发现我妈把治好的围巾送人头，他别耽误我。Drop day， 在心里画一道，再用时间当麻醉。大人的世界里全是恼人在扎堆，我走的捷径叫等待，最远的路是插队。我开始明白这一切。我发誓要变的，这次我发誓要变的，最耀眼的宁愿被耀眼的。I'm gonna be somebody， 是我们当中最有钱的。他们不信是我最常挂在嘴角边的。我对着歌词本重复在每晚睡觉前，我不管开业还是关店，我都是最耀眼的。所有问题在我这全部都变成面子问题，随便有再快我骗了，明明先骗的是你。怕被当成小丑取笑，我学会假装从没跌倒，什么东西我也缺少，什么我就越要炫耀。我一人在人得到，在我的墓志铭上写道，我要得到这一切，因为我需要得到解药。我要气不过我的眼神，再不敢环绕我。我要删掉过去一切，我从没敢删掉。我要确认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烦恼我。我真的太久，我只想要人能看到我。大人的世界里全是恼人扎堆，我走的捷径叫等待，最远的路是插队。我开始明白这一切。从第一首失败到第100首 finally here， 快刀斩乱麻，我早不再纠结取舍。我接受太多失望的结果，换的心像铝合金。我赚的钱能抚平疤痕，但没让伤口愈合。Said I can't be his no more， money honey 变历史 no more。爱豆最后一次高峰，出手科技像即时作秀。They diss me online， got me feel like 评论家必是我火。Yes I'm still going bigger， 把他们的理智戳破。说音乐不够男人哈，当我用着凭音乐养我妈。我买 family out the block， 不是 hip hop， 未必还有新说法。从我的生活 mass study 破解出我的神话，让我学会在恐慌里拥抱着 peace 挣扎。Yeah， these might be the really thing that ever wrote。I do the thing for 别人
心里从没被在意的那个我，那个坐在西方画画的我，重组里害怕挨打的我，只敢朝家人发的火，被我藏着的他 no room， 让我重新做回小孩后，才等到他成熟。But Mr. O Benny， 小的时候他话更多。Time is getting better when time is getting old. Rest in peace, Benny. It's time to let these people know until the drop dead. 帅！哦，这个变出点东西，来，心魔说唱，走心了，是对的。大本看到大本从以前到现在，17年那个穿黑白条纹，我班上的那个同学，但那个时候的大本不是这个班的尖子生。突然，大本再一次的镜头切换在我的眼前，已是现在的他，我替他开心。这一场整体的编曲也很棒。我看那个大奔这个舞台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去剖析过内心的这些东西，唱的时候很为他骄傲。其实，尤其他那一声呐喊的时候，我觉得很帅。我当时我是看呆了，我是觉得哇，你小子又偷偷进化了。我感受到的不是通过他的歌词，其实更多的是他的状态。我很喜欢这种投入的忘我的状态，这个也是 live 演出的很大魅力之一啊。我说实话，他其实是有感动到我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没有对他的这个了解，但是我们是一起走过来了。我看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感触的。李大奔的舞台是我最喜欢的舞台，我很少看到大奔歇斯底里的样子，我很喜欢人突破了自己的保护色和舒适区以后变成的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一定是真实的。我觉得人在舞台上应该拿出这样的状态，大奔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他。而且 Drop Day 这个主题也很戳到我，我觉得每个 rapper 在 Drop Day 那天都会变成这个样。谢谢李大奔。接下来我们的巅峰财团现在可以开始投票啦，我们20秒钟倒计时开始。我对我的舞台表现非常的满意，我希望你看到我这场表演，你都知道我有多迫切想要这个位置。我感觉好像有点瑕疵。特别 ，Go， 抽起。大奔那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把票投给了李大奔。首先呢，这首歌李大奔将自己的这个心事和故事解剖，用自己的方式，然后诠释给了大家。这个整首歌呢，虽然没有很燥的点，但是整个的情感收缩以及故事渲染的氛围，他都把控的特别好，然后特别的有张力。能打动我的点是他歌词里面说他用他做音乐赚的钱去养他的母亲，这些经历我觉得很能打动我。整体的现场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很稳的，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他了。李大奔的这场表演我没有投出我这一票，从现场的听感来看，可能没有很打动我的点，就整体来说没有很突出他自己特色的一个地方。我没有投给李大奔，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伴奏的话是一个整体BPM 偏慢的伴奏，加上编排的特别的满，所以导致他的情绪我看上去有点过猛。不应该挂电的，这不应该挂这么满。这个 beat 很满的那种，然后他又是讲自己的故事，这个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出来，就我就必须拿着歌词看的那种感觉。明白。但我是觉得就还行，反正也还 OK， 给一下吧。他这个风格有点难吧？我觉得可能他比较走心，所以投入的情感比较多。然后他唱的比较快，你看他那种嗨，他那个 style 他的都是在抢，唱的太快了。他再放松一点，压着拍子上，这歌会好听一些。我是这么认为的，对。好，投票结束。这里真的好神奇啊！我快出道10年了，我除了我第一次演出以外，第一次腿发抖在这里好神奇。
不是紧张，我就是很想表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太多有其他的消息，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人获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最想让大家知道跟听到了解我的方式还是我的音乐，所以我很想唱这首歌，这对我来说意义蛮大的，而且我今天也比较激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而且你们是第一个听到他的人，对。大奔哥的舞台一直是很有激情，然后会有他自己的那股劲在的。我最后在倒计时结束前，我还是投出了这一票，因为我觉得他的舞台、他的情绪的输出是能够感染到我的，所以我会把这个票给到他。就是这个舞台的，就是它是那种讲述的东西、诉说的东西，你应该直接就是冲到我，只是说这首歌给我感觉就是没有冲到我而已，倒不是说有什么问题。明白，因为这个还是有点偏我私人叙事，对的。你情绪的释放那一块儿，我不知道，可能如果不是特别了解你，或者能被你感染的话，可能对那些观众会觉得有点突兀。了解。我是没有投，因为我也是感觉就是能感受到你那个情绪很强烈，但是没有冲击到我。哎，因为他很冲击到我了，他冲击到我了。大奔这歌是新歌吗？对，第一次唱。对，好，那我就知道了。编曲很酷 ，snare 的音色我特别喜欢，但是呢，这个歌又特别难唱，难唱的点在好多地方没有嗨。没有嗨的话，你可能要听你们钢琴那个分解滴答滴答滴答去唱，所以难度很大。所以说你这个歌，挑战这么一个难度，我觉得我这一票必须投给你，谢谢，很喜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投票情况是怎么样的，请看大屏幕，起码150票了，我感觉。我对自己的信心是100%，我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哦，因为他没那么现场，包括他最后那个中间有一个特使劲那个，等于基本就破了嘛。但我很喜欢那种演，那就是 live 的一个魅力嘛。对，但是观众就会那什么。可能就是情绪有点太放了，没有收住，但我觉得很帅啊。奔哥的舞台，他讲的是他的初心，讲的是那个时候的他自己，他吐的每一个字，说的每一个 punchline 都是有张力的。我在台下是完全能够共情，虽然我当时在台下特别紧张，但是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这个氛围给带进去，所以我非常喜欢奔哥的舞台，我觉得他的票数真的有点偏低了。但那首歌很私人，我觉得大奔不是想用它拿它来赢的一个舞台，我觉得。确实也比较偏私人，然后鉴于缺少前情提要的条件下，他们也不了解我嘛，所以他们不理解也很正常。按照这个分数，就登顶是基本上没戏了。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交换舞台了，下一位要上场的是 Repeater。好，这个歌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两句，就是关于这个歌的事情。就是去年我来参加新说唱2025总决赛，有一个遗憾，我没有唱《纽约夜》这一首歌。我觉得，在我爷爷离开之后，不管是我，可能我的家里人、我的父母、我的奶奶，可能一直都会在一个，就是可能是比较悲伤的一个情绪里面。然后我爷爷他有写回忆录嘛，然后我可能每当一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一遍他的回忆录。然后这个，我每一次看，我看他在里面写的他跟我奶奶的故事，我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事情。就我爷爷在回忆录写他跟我奶奶比较曲折的一段爱情故事。这首歌其实是我站在我爷爷的视角去写给我奶奶的一封信吧。歌曲的后半段是完全处于想象当中嘛，因为是我讲的是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从天上看我奶奶参加我婚礼的这么一个视角。所以这次我决定把我爷爷他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我决定也走出在纽约夜那个比较低沉的情绪里，我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夜晚里面。
我奶奶她姓陈，她当了一辈子的会计，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嘿，陈会计》。希望吴老师和陈会计可以给我力量，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这么感性啊？他这个点很好的。支持呀，支持呀！黑成会计好像一波流神，夕阳洒落在我们脸上铺皱纹。走完我梦里打开回忆的木头门，60年前一辆车，2个轮子5口人，2姐妹宽在前杠上相互依偎，后座上1岁小子放你怀里睡。听到你提醒我，我记得格外细心的，那辆永久自行车载我们俩的一辈子。黑成会计，我不想去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总让我晕眩，陪我去钓鱼吧，别明天又是明天，若今天就是晴天，就当是我的心愿。黑成会计他要出国，我们尊重他的选择。现在飞机这么快，其实也没多远了。可你说我教了一辈子语文，却连我孙子的名字都忘记怎么写了。黑成会计，我想回家，我的二胡托梦给我，让我去陪他。都随他，你说对吧？黑成会计，快带我回家，我怎么听不见你的回答？好像有点累了，我想睡了。这个太受不了了。我脱离了痛苦折磨我肺部的纤维化，我看到远方的天微亮，你也终于有时间睡下。我们的故事现在都结尾了，我对你却放不下。我在这见到的爸爸妈妈，但只要没有你，哪里都不像是家。我们俩这辈子尝够了相思苦，从以前的双人床升单人铺，我看到你留好的双人木。儿女回外地工作，你坚持留在了房子住，一个人不用在房子哭。亲爱的，快擦干眼泪了吧，今天可是我们孙子的婚礼。我突然之间的恍惚了，像看到了60年前的我跟你。你递给他们的红包是我们俩一笔一笔一起存起。你懂我们并不是娶了个孙媳妇，而是又多了个孙女。臭小子收到我祝福，在上台前打了个喷嚏。他讲述他走过的路途，也算是把我的事业继承起。比起成绩和能力，真心和诚意是更贵的东西。我们相隔时空，却望着同一片风景。冥王会散去，太阳会照常升起。我本是农民出身，躯体回到了土地，睡在我童年的村。落叶归根是你我的主意，总是跨不过肉体间的距离，可我们心在一起，像无数次响起的汽笛，这不过是一场新的异地。88年匆匆如流水过，有你陪的一半，我再没什么好后悔的。离别前没说出口的最后一遍的陈会计，再见了陈会计。啊，再见了，陈会计。Crazy， 这个 crazy， 反正差一点，还好差一点，差一点。哎呦，我最听不得的说唱就是这种说唱。我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对，因为它里面的一些东西，反正是打到我了，就让我想到了很多我自己的经历吧。得亏我那时候戴了个墨镜，就逗得我又掉小眼泪了。Rapper， 你唱哭了我2次啊！在灵魂面前，技术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对，很丰满，很完整，结合着舞美。无法去评判的一个作品，真的很好。哎呀，太真诚了，真的太真诚了。就是你看他在巅峰这个舞台上，它是一个强竞技的节目，对吧？但是他也是能看到有爱的一面的。就这个歌里，我就看到了无限的爱。我觉得 Rapper 的爷爷一定很欣慰，在天上看到他演这个舞台。
Repeat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这是他最有情绪的一次表演。但这种情绪的发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绝对是能够让他艺术走向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真挚的、真实的故事，写爱的东西永远不会输。我为我兄弟感到骄傲。感谢各位，感谢。谢谢 Repeater 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可以开始投票了，20秒倒计时开始。红光，你觉得怎么样？还行吧？啊？我哭了。这个特这个特别好。我都听进去了，给我。哎呀，干啥呀？我觉得这个好，4号，好歌，恰到好处，结束的刚刚好，恰到好处。我这轮投给了 Repeater， 技术在灵魂面前不值一提，灵魂必胜。我是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然后饱满真情的一个作品。这首歌中间那个 beat switch， 把这首歌分为2部分，一个是他爷爷去世前，然后还是他爷爷去世后。然后最让我动容的是这个作品到最后，他那个光打下来那一瞬间，就真的有种他爷爷在天之灵在上天扶持他那种感觉。他的词写得非常好，循循善诱，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听到就绷不住了，非常能共情。其中有一句，他认为亲人的离开就像是和奶奶谈了一场异地恋一样，我觉得这句歌词最打动我。Repeater 他写词真的就是让人非常感觉能共情，然后他以前说对纽约夜没有唱完的遗憾，但是我真的很欣赏他这种能把遗憾化为不断向前动力的这种精神。投票结束。我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这一票。去年他没唱成《纽约夜》也是我的遗憾，所以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必须得挺他一票。爱你，肖哥。我也是投了票的因为我觉得 Repeater 的文字功底特别好，他能保证在 flow 听着很顺、押韵的同时，然后很清晰的把一件事情描述出来。我觉得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觉得这是 Repeater 身上让我看到比较好的地方的。感谢小老板。Repeater 这首歌是一首很感人的歌，有亲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触啊。我能提个小建议吗？好，老师您说。这首歌的速度降4个到5个 BPM 会更好听，会更把这种对亲人的思念更会从容的道出来，有点快，我觉得。感谢老师，感谢。我也投了这一票，因为有内容，2是好听，然后这首歌应该都做到了。感谢黑东老师。好，谢谢。我们首先把李大奔请到我们的台上。我们来看一下大奔这一轮的投票情况，请看127票。我们看一下这一轮 Repeater 的投票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他们只要能听进去，他们一定可以共情其中所包含的这些爱跟遗憾。我们两个讲的都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我就更像内者，他更像外者。这么高啊！第6吧。真诚是必杀技啊！全场最高票啊！爱能战胜一切，也是实至名归。我其实心里有骄傲，实至名归啊。有点高啊，这个票。Peter 这首歌就是送给他很重要的人的一首歌，我觉得观众已经带入进去了，确实这是很加分的一点。在这样一首歌后面会觉得，捏一把汗。
目前 Repeater 获得了全场最高分168票。感谢。唱这首歌是我来这次巅峰真正的目的，有这首歌我就没有遗憾了。然后我想现在这个对着镜头啊，我想跟我奶奶说，我们一定要往前看，然后你一定会长命百岁，一定会身体健康，好吗？一定的，陈会计加油！好，谢谢 Repeater， 也谢谢大奔。那现在2位可以去到休息区，我们的 Repeater 是暂时领先。感谢，来我，你这种很打动人的这种东西啊，很值得唱的很。首先，第一个是很感激、很感恩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可能并没有相似的经历，但是呢，他们却愿意沉下心来，沉浸在我的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我看到观众也哭了，其实，在那一刻我是觉得非常的幸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懂我，他们真的懂我想表达的东西。哎呦，不要哭，有人钻进去了，啊，肯定啊，我跟我刚刚演的一样的。我心情蛮平静的，因为我已经把该给的都给出去了，我就没有遗憾。我甚至也很为 Peter 开心，因为他这个能治愈到非常多人的作品，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把我治愈了。所以我觉得 Peter 实至名归。哎，胖妹，又跟鸽子较上劲了，香肠吃完又变成香肠卷王了是吧？感觉怎么都不够味啊！别太绷着，现在放松一下来。这么懂我 ，bro， 包懂的。不过我最懂他，一拉就开，随时随地能拥有清爽的乐宝。心碎了，兄弟，想喝就喝，跟做歌一样，无必设限。来，干一个。哦，有了，先走了 ，bro。你想怎样，但不能把我乐宝全部拿走啊！这么快写出来了，那我也来点灵感。来吧，接下来舞台交给盛宇。还是安子哥跟宇哥有2组吧？哦，还有2组。但168很难呐。其实我觉得宇哥应该也是有点捏把汗，我觉得，因为还是我们2v2的那个概念，爱能战胜一切。这个回旋镖打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打到宇哥身上了，我觉得就是有点捏把汗吧。我刚才也深深的被 Repeater 打动了，来吧。我本来是准备唱《从前以后》的，那是一首关于我来时路的歌。这一切来得那么快，他差点迷了路，还好有几个兄弟一起让组合了提了速。哎，不好意思。我的这个舞台不是那么的100%吧，竞争很激烈啊，你得连赢2把嘛，才能坐上名人堂。我觉得在这种个人舞台上面，可能拼的是你的台风和舞台张力，所以我换了一首更有舞台张力的歌。我觉得这属于我在3音 mixtape 里面攻击性比较强的一首歌，融合了当年东西两岸最炙手可热的2位 rapper 的经典采样。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要把我登上名人堂一路上所有的障碍扫清，把所有的对手全部都 pass out。接下来，盛宇 B Drop 华仔，还有华仔，B Drop 加华仔啊，你们俩兄弟真的。To my haters cake 分给你们这帮 S Beats Drop。Yeah， 有时候朝夕相处久了，会觉得大家好像是朋友，但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没有朋友的。
都想问我的近况，舆论在架着我，都想查我的进展和去年差不多，这感觉不用酝酿，抛弃往炸的说，而为了空腹乒乓，路上没搭理过。I met some problem yeah， 但要解决的帅。我坐在浪的肉，我戴着墨镜 show my swag， 我拎着拔破了的暴风球鞋不放 cash。To my haters cake 分给你们这帮 ass beat drop。摩拳擦掌还是 can， 我的现场不可思议，帅到可以拍部 M。我的电量冲出新的风浪，又要被我限制。运动健将忙着自律，哪有时间安排健？时间滴答滴答，灵感被激发，子弹无虚发，击杀。舞池跳得很那样，是把跳嘻哈，歌要做得很有外物，管他咿呀气呀，在录音棚装 C800G， 迎接新赛季，在健身房把哑铃抬起，硬币需卖力，从9点半流点汗到下午16点半，团战英雄率领800米要开始基地，一问我的近况，舆论在架着我，都想查我的进展和去年差不多，这感觉不用酝酿，胖期望炸的说，而为了空腹乒乓，路上没搭理过。I made some problem yeah，但要解决的帅，我坐在烂的肉，我戴着墨镜 show my swag， 我拎着拔破了的暴风球鞋不放 cash。To my haters cake 分给你们这帮 ass beat drop。 Back in town back in day， 我在新民路里来，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个，你的努力都嘴里的货谁比得过？每一个对每一个错都是在帮我自己抬他，廉价的尊严比可笑的自卑好得多，藏在你体内的能量无限，你笑得波。谁是 boss 冒充公子，现实是个骗子，以前有面子坚持，现在看清楚了现实。开好车初心别被误导了，忠言逆耳逆于心，那什么才是不好的？老实搞事搞点名堂，根本就是不搞格，说的是你是我人生，这杯酒它不好喝。Beat drop. Yeah, everybody, stand up. 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谁帅都要帅一辈子，一辈子帅，一辈子。看到闪耀玩家记得会出道一步到位，要把赚的分给人，不然口碑绝对倒退。学了教人别收学费，不然你有必要pay me knowledge， 请你喝香蕉水。Dress 我的原罪，就算唱个50回，赢和输都也全力疲惫，被撑得太狼狈。我准备从17岁一直唱到70岁，压力压得你好累，男人哭吧不是罪。这个时代信息爆炸，人均喝了忘情水，忘记亲情友情爱情线上从没忘记对，要求3月约饭上周退不退后都要炸，连自己电影精彩就好吧了退后都要挂，还我一生不伤悲，从不惧雨大风吹，还我一生不流泪，我纵横在这大都会。于是哥我安静吃，不管他家境城市，走正道行大运，管你是哪的人物 boy。手腕坐那个位置 ，Yo， I said 1 2 1 2 3 let's go， 帅都要帅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感觉都像，帅都要帅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感觉都像，感觉都像我操。爆了，他顶到喉咙管了。花旦长沙刘德华。这首歌是一首 remix， 它是一个 B switch， 2首歌合在一起的。后面那首歌是和兄弟王启明他们一起的热单宇哥，这首歌展现出来的也是我印象中的宇哥。我觉得宇哥就是很强，就是长沙刘德华，然后还有前面的 B drop， 他这个就是他标准上演套餐。华仔和 B drop 2首歌的经典的这种碰撞，就完美的表演。王启明那年这首歌就是打你的，对吧？是吗？是哦。恭喜王启明战胜 Shark。你是特地为了问这个问题过来？哇！那么接下来。各位，我们开始投票。长沙刘德华，如果他帅就要帅一辈子，帅就要帅一辈子。
我这一次投了盛宇一票，我觉得如果这首华仔没有听过的话，这个投票期可以扔出去了。我觉得这是我今年舞台上听过最爽的 B Switch 吧。我觉得宇哥的现场的气氛的带动能力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盛宇这首歌给我的整体感觉像是一群模特去拍时尚杂志大片的感觉，整体的表现和舞台的完整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这场我没有投盛宇，因为我觉得他几年前就可以很轻松的做非常多这种歌，然后今年还是拿出这种歌，我觉得没有看到任何进步。投票结束，帅就要帅一辈子，对吧？好了，我没别的话讲了，特别帅。好了。对，这没得说，游刃有余。本身2首歌就是比较偏竞技的，而且又是2首热单，这是说啥是，对吧？肯定投了嘛。好，直接给投了。来，我们的说唱好友，没有投，不太喜欢。我有一种盛宇现在就那种中年人感觉有点心酸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歌如果当一个背景音乐嘛，我觉得是很爽，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和我没有产生什么共鸣，可能在你自我的那个状态中很帅，但是我没有打动我嘛，所以我也没有投。我投了，挺帅的，没毛病。然后这个是宇哥那张 mixtape 里面非常好的一首歌。好，那宇哥可以分享一下那个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因为我想赢。对，因为我第一轮那首歌比较柔，本来也是想选一首关于我的来时路的歌，叫《从前以后》。对。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2首歌如果都是偏柔软的话，可能没有更快的到达那个位置。对，所以我想一柔一刚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的投票结果会是什么样呢？首先有请 Repeater 回到舞台中心。来，我们同时看一下 Repeater 在这一轮的投票结果，请看大屏幕。宇哥，这一轮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有一刻我都觉得我可能还有机会赢，因为在华仔的那下大家还是起来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就140多。我觉得140到150这个差不多。我觉得这是唯一我在巅峰发挥的，就是可能不如彩排的一次，也是弄巧成拙吧。后来发现大家唱的都是这种比较表达内心的歌。其实从前以后这首歌已经拿到了一定的市场反馈，说不定下面的人都会跟着唱。我感觉一拳打在棉花上。也很高了，也很高了，其实。你 Peter 太高了，好吧？目前暂时领先的是 Repeater。来吧。2位现在可以回到休息区。168超不了了，今天晚上超不了了，超不了了，太高了。接下来这一轮最后一位上场的，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早安。这难以超越了，就差9票满分，说不定哦，早安给你弄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打动人那一块儿，晓得噻。Repeater 的票数出来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因为那个票数太高了。但是还是很期待，很想让大家看到这首歌。这首歌叫《愉快的复仇》，复仇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你完成了复仇之后，就要开心的去迎接下一天。哎，孙杨，越南晚会我们搞个歌唱唱，什么情歌啊，搞个说唱库里米，说唱朋友说唱力挺放满了 ，NBA 都在放那个主题曲，快点准备下来了。算了，没得人看的，算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哎，你不要闹了，回家睡觉了，你要能干说唱，呀让人笑掉了。
你不要脸了，靠表演需要天赋，家里让人羡慕。不用你当什么演员啊，你家里没有钱啊，什么会发光的心脏，你家里都不能紧张。哎，乌黑圈里一个，你搞什么 freestyle？ 你才当三朋友，实习，周六还要去留一 hiphop 比赛啊，什么高中的就哎呀，他们不晓得猜啊，你不要脸了，这边是横店，我们是群演，你真以为来当个门面啊？坚持一会儿，你现实一点不？去年你是运气好，今年就是垫脚石保持，你怎么想的？你搞什么早中融合啊？平常不上榜的，你拿什么东西营养？真要做了自己当啊？你搞什么音乐剧啊？钱是大不长大，你看我干么事啊？真有话你讲啊？你看我干么事啊？你搞得好不爽，你笑什么东西啊？笑什么东西啊？你笑什么？我走向合作位的舞台，才发现我水平的瘦，因为太过兴奋，有点汗在扎西的太扯，感受有点耐克。我的把头抬到咱们的腿，有点馋，我走到六一街对面好多的项链 ，oversize 他们讲厉害口音，下次比赛再来我走拜拜老公，今天我不用跑龙套，面上一个角色是个傻子，不重要了淋了一身雨，然后开心跑到了下个饭，留下面馆，老板比平时都下个蛋，我想把奖杯放进柜子里头，他快要放不下了，但我冥冥中就知道还有个更大的，哎，他们在催了，坐飞机要起飞了。把他们主题曲都退了，把主题曲都退了，我吃过这个亏了，我不定他们退了，真想把我拽下来就跟到后面追吧。我站在舞台最中间鞠躬谢幕，我把我要感谢的人一个一个列出，还没结束，他们的声音太大了，我笑是因为我听不见李讲的话了，我听不见李讲的话了。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来点失败，操纵辛辣，攻击排挤，大家诋毁质疑，发出正上负面。再来点儿，再来点儿，还有再来点儿，打新的来点儿，跟着打新的来点儿，可你不要假，被那干了朋友看我现在摆的一，看你哪个爹，突然来不及，老给你发信息。再来点儿失败，操纵辛辣，攻击排挤，大家诋毁质疑。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给我来点辣，这欧来做个啥？这不要放我歌，这欧来个怕，这是一场愉快的赴程，这是一场愉快的赴程。戏剧性真的拉满了，我觉得真的，这想法太好了，真的，头皮发麻了已经。早安是对于舞台有非常多的想法，会非常快的去把这个舞台设计出来，然后去很精准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去把它戏剧化，去升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艺术的。他的音乐就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设计的这些对着镜子聊天也好，然后他最后走到巅峰位置上提前坐下来也好，就是那个东西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感染到了我。我没有想过巅峰的舞台可以以一个这样的形式来演绎哈，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整首歌的最后迈着他的小脚就跑到那个名人堂上了，不知道以为他直接赢了呢，还喷上气了，这是没想到的，有点出乎意料的。最出乎意料的是，就是他很敢唱，他用全整首歌都在用自己的方言，用南京话唱，我觉得这个是很牛的。早安是中文说唱里最棒的表演者之一，他就看完每一个表演以后，他都会对我说：“爱叔一会儿等我。”然后我内心里就有一个问号，我说哇，早安这么自信吗？这一轮，结果果然他在表演的末尾设计了一个跑到我上面来的，他然后就对着我开始跳舞，我才突然领会了他说的这个“爱师傅等我”的这个意义所在。果然是你是真的来了，对。20秒钟倒计时开始。
来吧。这感觉得投一个，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是艺术点了，已经是。我把票投给了早安，我觉得早安这一轮的舞台设计和他的立意真的非常棒。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像是话剧一样的结尾吧，这种形式真的在说唱的舞台上很少见。然后他通过一束光打到身上，从地下一直爬到了最高层，向我们展示了他要争夺最高位的那个心永远不会变，真的非常打动我。所有人都说南京话不适合做说唱，做说唱难听，但是这场会告诉你非常好。我是南京人，所以这票我必须投。我非常喜欢他舞台表演后半段的那个夸张近乎疯狂的演绎，很高兴在这个表演中见证了这一盛大的盛宴。他整个这个演出在当下市场都是比较新颖的，是以一个音乐剧的形式让观众带入到他的整个故事当中。当那个彩带喷出的那一刻，就仿佛是来到了他的乌托邦世界，然后去这个庆祝，然后热舞，真的就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动容。我没有投给早安，因为我觉得他最开始是使用了南京的方言去进行演唱，这对于我们外地的听众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听觉上面的压力，然后再到最后有一个进行一个舞台表演的设计，其实那段设计我没有太看懂。投票结束。我把这票是投给了早安，虽然早安这首歌选的非常自我，甚至用的就是南京的方言，但是我觉得早安的能力就是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力，他可以兼顾表演的同时把说唱的音乐的部分展现得很好，然后舞台也特别有意思。而且镜子这个意象，其实每首歌 rapper 讲的，我觉得都是一面镜子，要不然你就可以在这个 rapper 身上看见你自己，要不然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不是你自己。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舞台。谢老师。我同样把票也投给了我们安子哥，因为我觉得安子哥每次他有他的很独特的一个点，就是他总能够去很聪明的扩大自己的优势，然后他也很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该把这个票给到他。对，好，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的说唱好友，早安太可爱了，自己就可以上去吗？这个自己就上去了，这票我必须投给你。这首歌强势的东西全出来了，就是你的那个南京话的方言咬字，把每个字都送出来了。你的咬字特别棒，特别牛。夏老师，我也投了这一票，因为就是被这种真实的情感打动到了。你能感受到这是一段真实的对话，不是那种你编出来的那种词儿。然后第一次在南京话里面感受到那种帅，是这么说的吗？对，是的，帅，没毛，投了，很有感染力，然后很有冲击力，很帅，表演很完整，我也投了，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说唱好友。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公布我们早安的成绩了。那首先请上我们的 repeater。我们看一下我们 repeater 的成绩，请看大屏幕。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一轮里，我们可以登上名人堂，坐上名人宝座的，到底会是谁呢？各位，请看大屏幕。遗憾的，但是我也登上去了，不是？我还做了一下呢，还有光打在我身上，我还在上面跟爱师傅庆祝着，还跳舞来着。168还是有点太高了，满票170，有可能是说唱方言，因为方言那种文风带来的，还是很不好，很难弄的。对，让我们恭喜 repeater， 感谢。repeater 现在可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来这个节目之前，没有人或者我自己都不会把我和中文说唱名人堂这几个字挂钩。我可能今天唱了一个我在这个舞台上只会唱一次的题材，然后拿到了这个位置，但是我想对我自己说的是，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名人堂的标准，所以我在后面的每一轮我会更加尽力，我会用全力去守住它。感谢你们所有人，感谢感谢感谢。来吧，加油 ，Repeater， 守住你的位置，但现在可以坐到你的位置。上去了就别下来了啊！我觉得我离这个 title 还很远，但是这次我看到了一个抓手，这是一个我往上爬的机会，我要用全力来守住这一个来之不易的位置。我们这一组，我觉得 Rapid 上面他没问题，对，特别是在他唱出给至亲的歌的情况下 ，Rapid 的舞台非常的走心，在我的这个就自我陶醉的这个严格的选拔里面，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就值得上去。Rabbit 放在哪一组他都会是这个票数，哪一组他都会登上名人堂。我觉得 Peter 现在应该压力挺大，他应该是如坐针毡，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会去逮着他薅。加油吧！我希望他能做主，但是我也会这个虎视眈眈一下。我觉得实至名归啊，但是我觉得既然 Rabbit 那能登上，那我也不遑多让，我也觉得我有这个实力。让我们恭喜名人堂争夺赛第2轮获胜者 Repeater。掌声啊！给点掌声啊！回来了，回来了！我这个结果我认，帅一点，168，哎呀，太强了！耶啊！好，开始最后一组了，来吧。最近在看世界杯直播，哎，这网可千万别掉链子。哎呀，放心阿杰，你现在用的是中国移动5G A 网络，相比普通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高清直播零卡顿，看世界杯稳定丝滑全程。哦，确实丝滑哦，拉进度条都不带卡顿的，这下可以安心追比赛了吧？可以，你这是给我安利专属的观赛 buff 喽。好网络选中国移动，稳稳的观赛体验。来。公布名人堂争夺赛第3组，小白、功夫胖、Melo、亚米。赵硕，有没有选你？我只想替黄国来，更凭本事了，可以啊，全力以赴。他们3个都蛮强的，但我也不能摆烂，我还是要拿出自己绝对的实力去做这个舞台。我也想去看看山顶的风景。接下来抽第3组竞演顺序。第1位，功夫胖。第2位，亚米。第3位，莫龙，小白。第4位 Melo， 请4位即刻前往舞台，开启对决。加油！放心，加油！耶！好棒，兄弟，再见！这次最大2个人选就是 Melo 和胖哥，我心里面可能是 Melo。加油，功夫！我要看到你的上。我觉得是功夫趴，我也在他上去之前，我说一定要站上去，一定要站上去。加油！
我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功夫胖，他本来在我心里也是名人堂位置的人。相对于资历和纸面实力和现场的能力以及歌曲的储备来说的话，我觉得功夫胖压力相对比我要小一点。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加油，加油，加油！有请功夫胖亚米软币小白 Melo。首先把舞台交给功夫胖，旁边抗敌了，CS 荣光，战斗胖上线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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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是我当年第一次参加新说唱，唱的60秒，它叫《离骚》。哦，他这一场卯足了劲了，胖加油啊！我希望这首歌能够激励到我，也能够激励到那些差点失去梦想的人。我陪你走3关，我陪你闯刀山。8年前，中文说唱刚刚被大众接受的时候，它是一个被误解、被贴标签的一种文化。在2000年前，屈原也是因为流放被别人误解、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写出来《离骚》。我觉得正是因为屈原的不妥协，才会有《离骚》。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不妥协，才会有现在的中文说唱。我们的文化不只是来自漂洋过海的街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是来自于湘江水、洞庭湖、汨罗江。这首歌就是像江水的淤泥里面捞出来的一把宝刀，上台的时候你就知道宝刀未老。他们对你批判，他们说你极端，他们怪着这个音乐的习惯。他被现实迷乱，就算没人平反，你仍然是我的另一半 ，baby。为你走3关，我陪你闯刀山。我为你走3关，我陪你闯刀山。若回想是那种尊重胜过了奖章，是雄鹰就该向着那最灼热的骄阳。是什么把我们催眠变沉默的羔羊？是赛亚人就必须要和他做个较量。别给太多高光，别给我太多包装，自然滋长着土壤，嚼着最初的糟糠。想从地底发光，从巷子里飘香，当着伴奏敲响，化身起一个肖邦，让这余音绕梁。音乐带来平和广阔，让这旗帜飘扬。迷途的人不再走错，就算真的被抢，重担越高，摔越重，我们依然还记得心里最原始的痛。如果说我的人生都被别人掌控，那还有谁能够说出自己真心的朗诵？如果真的这是最后一枪，让我来掌中，至少消失的时候，我还在做着这种梦。他们对你批判，他们说你极端，他们怪着这个音乐的奇怪。他被现实迷乱，就算没人平反，你依然是我的另一半。Hey， 为你走3关。陪你闯刀山，我为你走3关，我陪你闯刀山。我是无锡。And we straight out the underground， 出地在反弹，酒醉烈血最烫，驻地在南蛮，兵来了将挡，背后是湘江，神情也气爽，心脏法律的光，路还在走着，就算惊喜在脚上啊，步子被扯着，但是声音仍响亮啊，不只为胆量，这次为了自我保障，未来孩子的思想才是地球的宝藏，今世或者前生，不求逆转乾坤，兄弟我们全人不分姓氏年份，前世或者今生，同路人靠缘分。
分，365个夜晚追寻着宝莲灯，不小心掉入了历史的漩涡，一路颠簸，敲击即时的电波，应付的一切对我真实的解剖，在欲火中重生，在世俗中解脱。这里骗子太多了，辨识不多了，都在一个院子不说，因为面子在搁着。见识再多，我们也坚持该说的。来这里你还听到这件事不说的，电子更重了，没有本质的提高，更还在这呢，没人帽子换礼貌，就算被石头压得我被石头也双手提交，阐述我生命意义写下的离骚。明天还要奋斗，我踏着惺忪的睡眼，我想要寻到燃烧着10岁的沸点，除了写歌词，其他的事几乎不能自理，才发现我说的是人，就是镜中的自己，说了数不清的诺言，从没兑现，沉浸在自己的枷锁里，哪有高低贵贱？那些人把艺术家和小丑放在一块，艺术家变成了木偶，所以参加综艺比赛。我只想要火前站稳脚跟，我只想再和homie们一起和现实较真。世人的灵魂流离，找不到一个依靠，真人的游戏继续，唱完了我就披上。我只想在幽魂面前还能够站稳脚跟，我只想再和homie们一起和现实较真。世人的灵魂流离，找不到一个依靠，真人的游戏继续，唱完了我就披上。有多少艺术家写满无知的作品，却没人记住他？满世界的高楼，没一座能庇护他。生活欺负他，他继续做自己的梦 ，and be go so。有多少艺术家写满无知的作品，却没人记住他？满世界的高楼，没一座能庇护他。生活欺负他，他继续做自己的梦 ，and be go so。And the beat goes on, and my life goes on. The world is yours, nah, cut that. The world is ours, baby.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去冒险吧。震撼！哇，这太棒，帅！我操，两个人听着死喊累啊！哇哦，你知道，文字真的是有力量的哦，那些词，又是把回忆击中到我了。湘江词王嘛，不愧于这个称号。就他穿的那个3级甲披我身上，他的歌词也可以击穿我，我就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他的歌词一点都不像AI写的。胖哥太惊艳我了，我是节目的忠实观众啊，我看过他18年的60秒，我觉得是完全进化。去重新看那段词的时候，我完全沉浸进去。他最后把那个 The word is yours， 他把那个 y 给扯掉 ，The word is ours。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舞台的立意都完美。这首歌是真的是为中文说唱去发声，代表他们这种以下犯上的一种意念和心态吧。我觉得人在穷的时候是最有浪漫主义气质的，那可能是 rapper 走起来之后也在寻找的某种状态。胖哥很厉害的就是他好像一直有这种状态，在一个水泥搭砌起来的高楼大厦里，我依然拥有自己的诗人情节，那个是很帅的。来，2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我这一票投，这一票帅，很帅啊！害怕害怕，就我感觉其实跟风格没有关系，到底是不是害怕，你能感觉得到。我投给了《功夫胖》这首歌，它词填的很满，但是一点都不乱，词写的非常的好。这首歌确实有回忆的成分在，经历了10年之后，能在这个舞台上听到这首歌，我非常感动。他的词我觉得大家都有目共睹，这个现场能力是无话可说的。歌词里面有一句，他们对你批判，他们惯着这个音乐的习惯。录节目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各种批判的声音，不应该去定义说唱。说唱就是一个要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东西。胖别展示的是对中文说唱最纯粹、最值得的态度。离骚这个就是我们当初喜欢中文说唱最真实的原因之一。这是一首非常值得称赞的歌，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兄弟。
他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所以这首歌无论是写词也好，或者是他的现场能力也好，都非常的稳，很能打动到我。投票结束。有多少艺术家写满了屋子的作品，却没人记住他？这句话我听到 DNA 动了。胖别刚发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我肯定投了。谢谢。我很喜欢功夫胖哥的歌，然后我也会去很仔细的研究他的词，然后我发现他的每一首歌，他的每一个词，当我去仔细的阅读的时候，都会带给我相同的震撼，所以我觉得这一票我必须得投他。胖别这个歌就很经典，然后很有力量感，很感染力，投了。这个歌词挺有态度的，然后整个的状态对我来说挺有冲击力的，很爷们儿，投了。谢谢。请看第3轮的第1位功夫胖最终的投票成绩，请看大屏幕。我是很认真对待这场比赛，我想进入名人堂去证明自己。164票。有点高哦，哇，好高！哇哦，胖哥这个票数太高了，但是我不管，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冲，多高我都得打。既然都走到这儿了，肯定得奋力一搏。这咋打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舒适一搏，迎难而上。哦，赢了，进了。哦，这个也不提哦，这个应该很难超越了。164，这个很高哦。主要这个歌太经典了。对，164基本稳了，我觉得稳了。谢谢大家。其实我演完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想法了，我在真正的意义上和屈原的那种感觉同频了。哎呀，兄弟，你这号中倍这么多，搁哪来的呀？哎，这是我在盼知 APP 上新买的宠品号。哇，这交易能靠谱吗？放心，盼知有海量精品号源，直接一键高配开局，购买包赔服务，找回全额赔，安全感拉满。这说唱要 real， 玩游戏也得 real。没错，交易上盼知，又快又安全。酷，我火速下载。接下来把舞台交给 Yummy。世人都赞颂白蛇为了许仙赌上1000年的修行很痴情，可是我在想，为爱这么不顾一切的奔赴，甚至妥协乃至痛苦牺牲，真的值得吗？我不认为。我觉得爱别人首先要好好爱自己。这首歌叫《问爱》，它是以青蛇、白蛇的故事为背景创作的一个粤语说唱，主要表达了对情感的那种潇洒的态度，以及在一段关系里面以愉悦自我为第一原则的一种 vibe。做自己特色的东西，我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次就让我特别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够到去打名人堂的资格。世間情懷豪邁，緣生緣滅，難捨難分。一寸光陰一寸金，浮出過氣飲，他朝一別一歡各自行。荷花已謝，它不會等。我修煉500年後離開峨眉山，因為鍾意 hea 頭姐姐嚟到人世間。聽講天師範力無邊都難，過程關我哋天唔信要變個人人咳三圍玩，一味分兩支條線執於手，初計塗胭脂上步柳腰柳，白素正契像許公子貪佢老實忠厚，但唔知條件上愛容易難得手，學人講嘅學人跳舞我玩得幾個人，係咪七情六欲有啲嘢要受，嗰日遇到個位做好事都有佢份，我諗住撩下佢，但姐姐話唔好諗，千祈唔好掂嗰啲冇情感，樣樣都啱心水對象幾難揾，識講大話識人識
嗌交最壞，第日就會好返。但嗰次為咗個窮書生差啲走散，千年道行佢都行，好犧牲為恩情凡人點話？我睇到好多痴情仲等唔到答覆僵持，為一張紙在對面兩張椅，為一棵樹放棄成個森林冇意思，明知承諾以後實變苦相思。世人葫蘆買啲乜嘢都猜不透，為人糊塗處處邏輯貪不夠，為人估到溫馨提示退不受，越動情越多愁，邊個夠足智多謀？所以都係做返一隻精比較舒服，傾得埋就繼續，價值掟冇散局，睇佢哋勾心鬥角，亂咁就自己又盲目。男愛不如享受孤獨，梗係啦。問世間情為何物？緣生緣滅，難捨難分。一寸光陰一寸金，浮沉過氣飲，他朝一別兩分各自憑。桃花已謝就不會等。太特别了。亚米唱粤语真的很适合。是的，对，是的。我亚米玩出自己风格来了。哎，哇，这个太帅了！主要是他跳舞跳的也有寓意，对，太帅了。哎，你们都是蛇那一挂的，都是蛇的。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是蛇帮，我是蛇帮。特别好听这首歌，全粤语，但是我们能听得很进去。它有欢快的情绪，也有缓的情绪，整个歌排的结构特别完整。这是我看过亚米最好的一个舞台，跳和唱都很好，前面的都很国风，但是转到那个boom bap的时候，哎，还是很 fresh 的。之前我跟他交流，我说现在只要一说到粤语说唱，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觉得特别厉害。亚米是继 Bridge 以后，我第二个看到愿意在舞台上投入进角色的一个 rapper。亚米这个秀是我喜欢的，粤语不一定有重庆话、四川话那么样子的让大家马上能听懂，但亚米已经在找对自己的位置的路上了，而且粤语的平仄、发音那种好听的韵律一点都不输川语说唱。他就是把广东话的腔调很完美的卡在了伴奏里面，然后他的 hook 也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他就把一些复古的那种情怀又带到自己现在一种新的诠释里面，我觉得这个歌非常棒。20秒钟的时间，巅峰财团投票开始。快投！我实话说，现在是目前最完整的舞台，有他的味，有他的味，对，而且很独特。觉得亚米的旋律特别抓耳，而且他的粤语说唱有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他的舞美设计、各种舞台的整体的呈现吧都非常完美。亚米他把自己带入小青这个视角，以一个感情的问题，然后贯穿整个表演作品是很好的。他的这个粤语和这个国风搭起来也是非常的丝滑，非常的好听。在最后他有一段舞蹈，真的像青蛇一样很灵动，给这个舞台也增色了不少。亚米这个舞台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舞台，不管是舞美以及整一个说唱的 flow 的变换，他的粤语说唱非常非常的具有技巧，以及呢，他每个咬字都是非常的清晰，给别人的整个听感以及整体的一个视觉感受都是双重兼顾的。投票结束，这票我是投给了亚米的。亚米他具备一个很成熟艺人的能力，我会觉得亚米现在用粤语唱，其实真的很适合你做这种国风的东西，因为我听过很多，其实国风的东西容易做的就太国风了，就完全跟 hiphop 其实会脱离很远。但是我觉得你的粤语的国风这2场看下来都跟 hiphop 结合的都很好，我觉得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品，所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我一整个感觉是很完整的舞台，而且很明显是在姐的那个舒适区里面，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游刃有余的一场表演，所以我没有理由不把票投给他。谢谢。
都知道亚米之前是女团的，对吧？大家对她说唱，可能很多人会有些质疑曾经，但亚米，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女说唱歌手。谢谢谢谢。这首歌的流传度一定会有，我们等这首歌电视机播放或者是流媒体上传之后，大家看效果。问世间那段的旋律，我觉得特别洗脑，而且你在一个最简单的律动中，你的粤语的 flow 整个安排的特别恰到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首好的说唱作品。谢谢谢谢。我也投了这一票，我觉得是今天晚上看到最好的一段演出了吧，好听，言之有物。就如果一半以上的说唱歌曲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下大众感兴趣的情感，那说唱不需要考虑破圈的问题了，它就是一个会被大家接受的音乐。亚米老师一上来还是非常的喜欢这个舞台，一个 boom bap BPM 加点 trap 加一点国风采样的东西特别好，律动也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你。我觉得你找到那个粤语的 tone 和那个 rap 的那个 flow 以后，非常游刃有余，也越来越自信了。同时唱的时候，你的舞蹈兼具的也特别好，这个舞台非常棒。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轮的投票情况。首先，让我们把功夫胖请到舞台中心。功夫胖164票，让我们看这一轮亚米的最终成绩。136票。谢谢大家。哎，怎么搞的啊？这个很棒，我觉得。主要是观众都没有 hands up 啊，对对对，票数可能不尽人意，观众可能会有一些人物角色上的偏好，可能会大于歌的喜爱程度。这个票数，我觉得有点低。我在现场听到大家的欢呼和正向的反馈之后，我感觉这个票数应该不会低，可能真的有点听不懂吧，所以在及时的理解上或者是一个传递上面会有一些阻碍。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如母爱般细致入微，分子级自护，简历 HMO 黄金配比，帮助激发免疫球蛋白，分子级自护，母爱黄金效果。接下来把舞台交给 Run B 小白。我这首歌的名字叫《毕业照》。17年的歌吗？唱过的。17年唱过一个段。这老歌，情怀。其实我想说，这10年真的觉得经历了很多吧。很多观众都因为3年2班这首歌而熟知我。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也好，还是觉得自己一直被低估了也罢，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会更客观清醒地认识自己。我希望这首歌可以对得起这么多年喜欢我的所有粉丝们，也能让那些一路质疑陪我长大的这些人，能够让他们看到，其实他们没有高估我，我一直在很努力的想把音乐做好。让我们把时光机倒回到10年前吧。那个3年2班的小白，今天毕业了。记得自从他离开家17岁起，就像漂泊的纸飞机，他不想活在自卑里，习惯对所有爱的人回避。他只想离开这条路，再也不用回去。Don't wanna back and do the same, oh mama I can fly。无数个黑夜想退，却没法让我回答。你信念不固执，
家人反对，专门离开家那小子什么都不怕，来到了星光美地亚，在街边 freestyle， 不论球场还是地铁站，是没想过能靠说唱去环游东西海岸。还没毕业的你正读着 hiphop 记得地风信，压什么压的地，感觉像患了中二病。告诉兄弟们，你就是做老大的命，两手空空，就是有一种破釜沉舟的。你开始搜索 rap lover hair， 把的告诉到用力，你说是这种音乐给了你对抗世界的勇气。从街头走到地上，有恩怨有诚意，这条路我们走了10年，并不只是等综艺。像醉酒，但没法让梦毁灭，书写无解的文化，尽管它不太理解。What you be？Let's run， 掀起溃散的波浪，友情不再彷徨，保持嘴角上扬，成长了，让他们都得拥抱。这些年我们都变得成熟，不再和世界作对。有的人来，有人走，也难免会有一些错位。有人落水，我想是因为那些欲望作祟。这游戏爬上来并不难，那你守住这位置。大部分的人只想看戏，让我们赢在的队里。娱乐的街头，有人商业化，也有人分庭抗礼。让强的人走上来，不配非得也该背。现在终于轮到半壁江，没有渠道不配。早已习惯了成年人的游戏，对了后再发起，不要感情用事，这是生意。我不知道是第一名拿的枪，我想喘口气，但我得扛住了我的家人和身后的兄弟。从一起借的吊车尾，他不是哪个男人的小弟，这一路的跌宕让我用10年拍一部好戏。从来都没忘，我们其实都一样，从台下高举双手，能够渴望到台上。Yo, the rap of China。感恩每一位为中文说唱做过贡献的人，也感谢每一位见证我们长大的你们。他真的很单纯，小白。那通电话再打不通，没有回到 old days。那些年经过的小与泪，我像没有错或对。他们说高估了你8年，你站在了错的位置。当这世界对你怀疑 ，Let me show you how。前辈后浪，把话全拿回到手上。这样的出现我从来没背离到今天，我怎么会投降？我想是那些过往让我今天变得足够强，那些没清算的旧账，让我来 AB 够笑。Pull up with a 12V， 虔诚的保佑，for my God， 尼玛记。影响过的他们，现在慢慢有了影响力。我出生在了7月8日的11 rain on me， 以前的他们这样你的，现在他们这样 be。别让的灵魂继续负重，我想那份感动是我们开始的初衷。回到了17年，感觉像在做梦。谁想毕业照，你们都在我的身后。像醉酒，但没法让梦毁灭，书写无解的文化，尽管它不太理解。What you be？Let's run， 掀起溃散的波浪，友情不再茫茫，保持嘴角上扬，强壮的让他们都得眼光。我们一起拍张照吧，无锡。小白，我们带回去了，耶！这10年来，谢谢你们的陪伴，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我想告诉你们，也许一直以来我都不是那个最有天赋的，但我相信，只要你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就是我所有想说的，谢谢你们。回忆杀的很有感觉，帅啊！其实真的帅啊！小白的所有经历我全部都在，我会觉得，今年小白很大的变化就是他放下那种自我的较劲儿，而是真正的在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真诚和内心。我跟小白几乎是重叠的人生嘛，从第一次17年海选，到我们俩20年重新都在同一个时间选择回来，今天我们人生又重叠了，并且他足够成熟的能够好好的讲完我们这一路的故事。他唱到那个第3段 verse 的时候，我们17年的人就这样很自然的就抱在一起了。音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可以让我们穿梭时空，它们可以让我们超越时间。我觉得小白这首歌他做到了，我主观的希望它再更简单一点，越简单越纯粹，越有当年的那个感觉。一开始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那种点子说唱，你就是耍这种小心机就要票那种感觉，
但是他舞台展现完了以后，我是能 get 到那个感动的。那么接下来朋友们可以开始投票了，倒计时开始。我投了，这个应该跟胖哥不分上下那种。完了，小白要上名人堂了。像我这一代人都是第一代新说唱的受众，看到他唱了当年的那2句歌词，就是对我青春最好的一个致敬了。说唱啊，它不是对友谊的告别，而是对青春的致敬。最触动到我的并不是被我们熟知的那几句词，而是他说爬上去并不难，难的是守住这个位置。8年经受了很多质疑，所以我觉得在唱出3年2班那几句的话，是对自己的一个和解。就算有很多人质疑，但是我做我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打动到我。这首歌他第一个改的也很好，第二个他真的就是唱出了他自己想唱的一切。立意很好，但你输出太猛了。哦。感觉让我回到了那个夏天。我有印象，就是当时吃饭的时候都在看这部综艺，妈妈在旁边说：“你在看什么？看那么入迷。”所以说，我就一直在说，就是其实就是回忆杀是最戳人心窝子的。对，所以我觉得这票我必须给你个。谢谢谢谢。我要跟小袁说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后面看电视那段。就很有感染力，所以说我投了这一票。谢谢谢谢。没有投票，因为可能我没有参与到你们这10年的过程之中。你如果跟我讲一个你自己就很小的这个个人的情感的话，我大概是能 get 到这个东西的。但是你把它拉得很宏大之后，我会本能的会往后缩一缩。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跟我自己和解的过程吧。那可能我和解了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就是重生，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毕业吧。对，刚好我见证了，所以我还是有被感动到的。然后这票我投了，然后也跟自己如果说啊，就是这个和解了以后，希望你能踏上新的征程。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功夫胖来到舞台，看一下功夫胖的成绩。让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小白的最终成绩会是多少，请看大屏幕。来哭吧，140多，140多。小白142票。不好使。我当然希望能够是坐上那个位置，但比起那些，我更想把这首歌唱了。你像我也是这么多年的老面孔了，我觉得只要使尽自己全力，在舞台上不留遗憾，我觉得就是好的。他稳了，功夫胖160。那么把舞台交给这一轮最后一位上场的 Melo。加油啊！最后一场啊 ！Melo 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冲刺名人堂的人了。我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人，但这次我心里面有个坎儿，我有2年不敢面对它，直到这首歌做出来。因为陪伴了我30年的外婆，2年前离开了我，我一直不敢相信，外婆在我生活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她突然的离开对我来说很难去接受这个现实，但是你越逃避这个东西，它就越会在你内心里伤害，所以我就把我对外婆的思念，把它汇成了一首歌，汇成了一朵黄果兰，然后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她以前老是问我，说唱明星是个什么职业？我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吗？外婆，这次你能看见了，希望你在天堂能够好好看我。黄果兰送给大家。给外婆怎么那么激你啊？
神。喂，婆婆，家里我好久没有回了。上星期打球留的伤疤现在还在嘴角。同桌的三娃又买了一辆新的鬼火，他说办赛的时候摩托交给我来委托。你买的黄瓜蓝，他依然挂在了小弗拉利，味道还很香，只是它的颜色差点。对门的江爷爷，你记得俺是找过他儿。睡觉的时候千万关掉天然气的阀门。这次期末考试我得了90多分，没有作弊，有同学还有老师作证。每次上完体育课，经理老是过生，班主任说等我毕业他就能早日破事。我听妈妈说这周末要去罗山上坟，还是在老地方见小偷的河边上等。你穿件厚的衣服，我感觉昨晚上冷，还小一轮一推的慢点，先把脚杆放稳。盛开的黄瓜蓝，绽放的黄瓜蓝，短暂的辉煌之后就会闭眼。渺小的黄瓜蓝，就像是降落伞，飞再高最后还是回到起点。廉价的黄瓜蓝，普通的黄瓜蓝，寄托了多少人对家的依恋。我带上黄瓜蓝，不舍得上了船，去世界各地开始新的历险。喂，婆婆，这周末我可能又要加班，动物园伙食不错，经常还要加餐。现在是游客最多的时候，特别是夏天，一边是加一边是300工资，该要再选。你买的黄瓜蓝被我放在了办公桌上，没那么香了，颜色好像也变了模样。上班的间隙，我也偷偷的练了说唱，幻想着以后我的歌也能够到处播放。新来的领导喊我要认真踏实工作，有很多道理要从报纸和杂志中学。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全是重复的字，心里想着眼前俺能知道红福的字。我听妈妈说这周末要带你去体检，你最近脑子咳嗽，明明嘴像是雨点，医生总是会说一些夸张的语言。我忙完回来带你好好出去耍个几天。盛开的黄瓜蓝，绽放的黄瓜蓝，短暂的辉煌之后就会闭眼。渺小的黄瓜蓝，就像是降落伞，飞再高最后还是回到起点。廉价的黄瓜蓝，普通的黄瓜蓝，寄托了多少人对家的依恋。我带上黄瓜蓝，不舍得上了船，去世界各地开始新的历险。喂，婆婆，这次我绝对不会食言，我买了回家的机票，选的最早的时间，终于能看见你了，我从昨晚开始失眠。脑子里想时间为啥总是这么值钱，刚结束完了巡演，又签了明年，给你夸下的海口现在实现的非常明显。我小孩准备办婚礼，我亲自写的请柬，就像你说的一步步的走向顶点。但我也会在某些时候不禁偷偷流泪，怎么去承担家的责任，现在还没学会。我知道这是人生必须要交的学费，我们明天好好聊一聊 Just like old days。 哦对了，黄瓜蓝我揣在衣服里头，新买的香味扑鼻，而且白的晶莹剔透，每次闻到这股味道我就想起你最喜欢，我准备带到你的坟前，我们一人一串。盛开的黄瓜蓝，绽放的黄瓜蓝，短暂的辉煌之后就会闭眼。渺小的黄瓜蓝，就像是降落伞，飞再高最后还是回到起点。廉价的黄瓜蓝，普通的黄瓜蓝，寄托了多少人对家的依恋。我带上黄瓜蓝，不舍得上了船，去世界各地开始新的历险。盛开的黄瓜蓝，绽放的黄瓜蓝，渺小的黄瓜蓝，就像是降落伞。廉价的黄瓜蓝，普通的黄瓜蓝，我带上黄瓜蓝，不舍得上了船。触及到这种内心深处，他很容易就抵挡不住这个情绪，但我为他骄傲嘛，因为他最终还是扛下来了。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情感上的表达一定会是那种深沉的音乐，但是呢 ，Melo 就是完完全全的把我来自 Hairbras 的那种酷和潇洒的感觉，我觉得他更多的想传达的是，家人我会过得好，希望你也为我开心。我觉得还是蛮帅的，因为
我就是不喜欢太过写悲的这么一个人。那如果悲情故事套上一个比较欢快的 V， 我曾经试想过这么去干，但是我没干出来，Melon干出来了，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投票开始。他哭了，他台词一句就绷不住了，感觉到。Melon 这首歌整体听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白描往往是最动人的。它整篇下来就是平铺直叙，然后语言很简朴，没有多么精致的词藻，多么华丽的堆砌，但是会非常的打动我。加上他的情绪其实总体上非常的克制，但是在他的克制情绪里面，你能感到非常深厚的情感。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创新，他在一个这么摇的臂上做一首抒情的歌，他很擅长去选取一个小的意象去寄托他的感情。这首歌里面他选的就是黄果花贯穿始终，虽然写的淡淡的，但是能够感受到他非常浓烈的情绪。有点跳，我听不进去有点，但我还行，我听不进去，我有点听不进去，我也听不进去，有点出戏。那如果这样的话，那 Melody 给估计也不好使了。投票结束。这首歌我是投给了 Melo，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很真诚、很真挚的东西听到了，其实就可以完全抛开一切所谓技不技巧的东西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最感人的。其实真的差一点就把我唱哭了，所以这票还是该给你投了。谢谢。我投了这一票，因为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听一个悲伤的歌曲了，然后结果完全没想到是这样的风格，不是所有感情都需要那么喷射出来那种歇斯底里那种，我觉得是为什么选一个这么欢快的伴奏？因为以前他让我回去，但我没回去，我幻想我自己回去了，所以都是很快乐的结局，就类似于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就采用了这么一个伴奏来写这首歌。歌词很感人，然后我也投了这一票，然后我还蛮喜欢这种 beat 的，就很摇，但是跟歌词我当时是有点疑惑的，但是你刚刚一解释，也是一个手法，因为其实如果写这种怀念亲人的歌，很容易写的就是太过于情感外放，大家可能听多有点腻，这个形式倒是还是蛮新颖的。谢谢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到功夫炮来到我们舞台中心，再看一下功夫炮的成绩。我们名人堂争夺赛第3轮的结果马上就要出现了，将会在功夫炮和 Melo 2个人中产生。那么最终的成绩会是如何呢？各位，我们请看大屏幕。勾芡换过来，猜一个152、138，就是要199打爆你们俩。有那么一丝侥幸，觉得可能比他高。也不低哦。让我们恭喜到的是功夫炮。能上160的真的很难超越，真的是。不服，这肯定不服。我来这的目的就是爬上那个名人堂。我爬也要爬上去，第一次冲击失败就会有第2次的，你们等着吧。可能他们是按分数分组的，但我并没有觉得我们这一组很弱，我们都在用尽全力去证明自己。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因为你知道我来自 G Block， 我也来自 C Block， 我的上面有宇哥、有聪哥、有盖哥，我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证明我自己，所以我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机会，每一把我都会全力以赴。我要告诉你们，我来自长沙，但是我是胖边，我不属于长沙，我属于我自己，我的灵魂，我的精神，要让整个夏天让所有人都感受到，所以我应该去那里。功夫胖现在可以去到名人堂属于你的座位，出发吧！
我是这条的线里边。我今年从第一期到现在，我也是非常认真努力的，在用我最有战斗状态的歌曲来去夺取这个席位嘛。现在到这个席位，还是挺开心的。好，那我们首轮名人堂的3位成员已经全部产生，他们分别是艾热、Repeater 和功夫胖。从一开始在问我名人堂该谁上，我就说艾热，就实至名归嘛。然后 Repeater 有老一代的六边形战士，就得有新一代能挑起大梁的年轻人，实至名归，没什么可说的。胖哥、Save La 这3个人谁上都正常。对，这是洗不掉的，你洗牌你洗去吧。其实我觉得今年这个还挺，你说激烈吧，挺激烈，但你要说有爱吧，挺有爱。确实，从之前看起来，今年风格更多了。对，大家体系更敢去创新了，并不是打安全牌。没有对，我能什么能赢，什么不能赢，这是好的，就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艾师傅和功夫胖哥我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但是我确实我自己心里也是想到这个我还是挺舒服的，就是 Repeater 坐上去了，我真的还挺爽的。其实有个很好玩的一个点，这3个人都是把 Topberry 打了一遍，然后 Topberry 都输了，这3个人全上去了。对，说明 Topberry 是我们巅峰王座的试金石，谁赢他谁上去。我看到他们3个上去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骄傲的。这恰恰不就说明了，只有名人堂强度的 rapper 才配跟我对决。与此同时，我的心里这个冲劲也是非常的起来了。下一步就是 Berry 哥也该上去看看这个高度了，也该上去尝尝鲜了。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名人堂争夺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么接下来下一阶段将开启的是淘汰拯救赛，14位选手生死一战。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淘汰拯救赛，我觉得还挺吓人的。你想要什么未必来什么，但你怕什么，什么一定来。我容不得我胡思乱想，我得聚精会神，专注。这是比赛，毕竟是一个淘汰赛嘛。虽然说要尊重这个游戏的规则，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头痛吧。对我个人来讲，蛮有危机感的嘛，因为我会觉得自己不想再输了。如果在这么早的阶段就走的话，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说唱热歌 Top 3即将揭晓 ，Top 3 Surprise 惊喜早安。年纪，但我喜欢的还是便宜，我也不懂是什么原理。Middle child， 你我都是。Top 2签名笔 Repeater 吴嘉轩。你说我烂见面，说我有讨厌症，我让市场变胖，蛋糕摆上场变价胖，不是枪，像是行业为我放鞭炮。Top 1 Code 45列居45号蛋壳。网易云音乐热歌榜单即将揭晓 ，Top 3 Troublemaker 麻烦你了，纳奇沃夫、亚米、郭颖。Top 2 Peter Pan 彼得潘 Repeater 吴嘉轩、功夫胖、功夫喷。Top 1 Forever 永不凋零蛋壳 Brand B 白景逸。来网易云音乐全民热推说唱巅峰对决2026歌曲，让好歌燥起来。汽水音乐说唱热歌榜单即将揭晓 ，Top 3 Peter Pan 彼得潘 Repeater 吴嘉轩、功夫胖、功夫喷。Top 2 Troublemaker 麻烦你了，纳奇沃夫、亚米、郭颖。Top 1 Forever 永不凋零蛋壳 Brand B 白景逸。
咪咕音乐说唱热歌榜单即将揭晓 ，Top 3决战奥林，李大奔、奔走、Milo、莫龙。Top 2 Forever 永不凋零，蛋壳 Brian B 白景逸。从不曾逃避，也不会放弃。Top 1 Peter Pan 彼得潘 Rap Peter 吴嘉轩功夫胖功夫喷新的愿，那些不在的朋友，天上的人们，我相信他们能听得见。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本场淘汰拯救赛为个人战，共淘汰5位选手。我就是该打点高端局给你们看看，你们3个跟我去抓你们啊！全力以赴得杀出来，告诉他们漂亮。哪个是怼嘞？准备亮一下剑，这一剑说不定比艾叔的剑更重。对今天的舞台非常满意，然后可以说做到了人歌合一的状态。一支麦克风，一个 DJ 台，中文说唱的现场被重庆统治。今天我必须要赢！我就是属于这个舞台的。这东西我用不上，也不用我烧。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对不起 ，Shark， 我没有给你票。没事。前提说一句，我特别讨厌 AI 的歌词和 AI 的音乐，但是我觉得这4句话比你写的好多了。最终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欢迎大家开饭了。安德哥，我能打赢你吗？有些人上台就换副脸色，辉子，我好讨厌你，你给我下来！说那么满，容易被反噬。我要死也得死吴嘉轩后头。其实我野心还是蛮大的。你一定得赢呀，兄弟！小老弟，不要老把狠挂在嘴边，真正狠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如果能去踢一下馆位，我也就拼了，好吧 ？Love， 感谢你们的爱。你的身让直视。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联合微博发起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推荐活动，上微博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进入话题页参与活动，推荐每期节目中你喜爱的舞台。每周 Top 1的舞台将解锁微博直播或空降等专属福利。巅峰赛事回归，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日12点共同参与赛后欢乐饭局。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五12点一起见证新力量强势来袭。上微博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感受说唱舞台魅力。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观后感活动，分享你的节目感悟。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推荐活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启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爱奇艺投稿说唱巅峰对决2026，二创视频赢现金奖励，韵脚碰撞，态度拉满，发弹幕见证巅峰时刻，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上百度 APP 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上前程无忧无忧照找好工作，祝你职场 C 位出道。上虎扑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为你喜欢的舞台评分。